我叫林峰，是一个高中生军迷，来到一家从没来过的模型店。这家店好大呀，看看都有什么新奇玩意儿。这是铭文吗？指北针怎么会刻上这种奇怪文字？啊！你们这些奴才，这是要造我的反吗？苏清瑶，没想到高高在上的神使女帝竟会成为我们的垫脚石。哼，先例被封印大半，今天你死定了！你们私斩灵脉，神界绝不会饶过你们！给我死！我靠，这是哪儿啊？拍戏呢？这服装道具也太好了吧！你是什么人？让我捋一捋啊，神奇道具，光芒中的穿越。没有仙气护体，是个毫无灵根的凡人。哼，蝼蚁凡胎也敢坏我的正事！火球术！啊！怎么回事？大火球术！什么妖法？跟我走！你是谁？无半分灵根，为何能对抗修士？看这意思，我是穿越了吧？看他衣着华丽，肯定是个大人物。其他事等安全了再慢慢问他。我不是修仙者，打仗靠的是战术，不是你说的什么灵根。看你这情况，是被人追杀吧？合作不？我帮你脱险，你听我调遣，做我的专属顾问。结束需凡缘化解，也许这就是命数。那些畜生追来了，好，本王答应你。但你若敢不怀好意，休怪本王不客气。堂神使女帝竟然要靠一个凡胎蝼蚁报仇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们这个凡人一起死在这里吧！这家伙追得真紧，看来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仙长，别打了，我投降，我把这女人交给你。哦，你这凡人倒是识相。不过嘛，仙长，这女人如此重要，我交出来总得有点辛苦费吧？哼，区区凡人也敢跟我们谈条件？仙长别生气嘛，价钱好商量。无知小人，你竟然要出卖本王！苏清瑶还有参与法力，看招！防熊喷雾！我的眼睛，这是什么妖术？放开本王！你这背信弃义之徒！我这是在救你！追！杀了这对狗男女！喂，醒醒！你可不能死啊！啊！心肺复苏。对，心肺复苏。对不住了。误会，这是误会，我是在救你，你刚才呼吸都快停了。救本王？用这种方式？这叫人工呼吸，要不是我救你，你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你刚才对本王做了什么？先别管那个了，你的伤口需要处理，让我帮你包扎一下。这些是何物？为何形状如此奇特？喏，这是消毒用的，可以防止伤口感染。
不行，伤口太深了，有感染的风险，需要注射抗生素。你要做什么？这是抗生素，可以防止伤口感染化脓。你伤得太重，光靠外用药不行。你就想对本王做什么？刚才你还要用本王换灵石，现在又想用这奇怪的针扎本王。刚才那是为了脱身，现在我是真的在救你。谁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又想害本王？说不定这针里是什么毒药。这不是毒药，是救命的药。你看，我自己先试给你看。看到了吗？没事的。你现在发烧了，伤口在发炎，再不注射抗生素会很危险。本王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我刚才用人工呼吸救活了你。如果我要害你，刚才就让你死了。好，本王信你一次。但若你敢耍花样，小心我不客气。放心，我是专业的。别动。你为何要救本王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年轻漂亮，又是个大人物，救你肯定对我有好处，对吧？油嘴滑舌，登徒子本性。好了，抗生素已经注射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确实好多了。你这凡人明明没有半分灵力，却有着如此神奇的手段。此地乃是玄荒界，本王苏清瑶乃是神界派遣至此的神识女帝，统御此界1000年。啊，修仙世界神识女帝，我这是穿越到仙侠小说里了。方才追杀本王的那些修士，乃是天玄宗之人，他们私自占据灵脉，破坏天地平和。本王前来追查，却遭他们设计陷害。如今本王仙力被封大败，才会如此狼狈。这么说，你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，那我现在救了你，是不是应该给我点好处？好处？你想要什么好处？比如金银财宝啊，功法秘籍呀，或者什么？你这登徒子果然没安好心。喂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，比如给我个官职什么的。你是这个意思啊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要什么？你这凡人果真贪心。不过你救了本王，我也该给你好处。可现在我仙力被封印，你要好处也得等逃出去再说。师叔，就是这里。刚才那个凡人就是带着女帝逃进了这栋小楼。那凡人甚是诡异，明明没有灵力，却能使用各种妖术，让我们吃了大亏。区凡人也敢在我天玄宗的地盘放肆！苏清瑶，滚出来受死！本座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是元婴修士，完了，今日恐怕难逃一死。你趁现在快走，还能活命。你要自己去送死？本王仙力被封印，根本不是元婴修士的对手。一个凡人留下来也是白白送死。快走！说过会救你，就算再危险也不会放弃。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。没想到他看上去没正形，却是个守信君子。这是我最后的力量了，你待着不要动，也许可以保你一命。接收到友军保护性能量输入，万圣兵网系统激活，积分可用于兑换各类现代物品，现有积分点100点。推荐方案：自爆无人机群。自爆无人机，就这个了。哎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苏清瑶，堂堂神识女帝，如今却要躲在一个凡人身后吗？真是可笑！你到底打算做什么？外面那可是元婴修士，寻常手段根本伤不到他。放心，我手里这家伙可不是寻常手段。苏清瑶，本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自己出来受死，这就休怪我不客气。啊，就是现在！雕虫小技！师叔受伤了！这不可能，本座的护体仙光，怎么可能？这些是什么妖物？你竟然伤了一个元婴修士！还没完呢，只能再用一次了。
又来了！快跑！青瑶，今日之仇，本座记下了。啊，总算走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能有如此手段？都说了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方才你所使神器，连元婴修士的护体仙光都能击破，怎可能是一般人？不说这些了。不过现在你的伤势确实好转了不少，这下相信我是在救你了吧？是本王错怪你了。你的那种人工呼吸，对我确实有效。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来自何处？我叫林峰，来自另外一个世界。另一个世界，那是何处？那是一个和你们这里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们那里没有修仙者，没有灵力，但我们有科学和技术。简单来说，我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过来的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本王看你毫无修为，却能使用如此神奇手段。原来你是上界而来的真人。啊，异界真人？只有异界真人才能不依靠灵力施展如此神通。先前是青瑶有眼无珠，怠慢了真人。哼，这是把我当异界真人了。对不起，真人，小女子失礼了。我已经3日未曾进食。饿了吧？我这里刚好带了吃的。这些又是何物？这是户外炊具，可以生火做饭。这是野外应急食物，加热一下就能吃。先吃点这个垫垫，饭马上就好。这是何物？如此甜美。这是巧克力能量棒，能快速补充体力。小心烫。好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我们那边比这个好吃的东西多了去了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不是不舒服，本王被封印的丹田似乎松动了。这食物竟然能解开仙力封印，真的假的？多谢真人相助，青瑶定当报答此恩。给我仔细搜，贱人苏清瑶必然藏在这附近。师叔方才传讯回来，说苏清瑶身边有个凡人，手里有古怪法器，能伤元婴，诸位务必小心。一个凡人再如何狡猾，也只是一个凡人。我等在此布下天罗地网，任他有通天手段，也插翅难飞。这怎么又来了这么多修士？还有完没完啊？我现在法力虽然恢复了一些，但想要完全恢复，至少需要数月的静养。数月？那不死硬了？我能感应到外面至少有5个元婴强者，10余名金丹。今日你我怕是要在劫难逃了。先前你能击退那个元婴修士，是靠出其不意。如今这么多元婴，你的神器只怕也难以奏效。我如今神识受阻，无法精确感知他们的人数和布局，即使是想突围，只会自投罗网。那如果我能知道他们具体有多少人，以及他们的分布位置呢？你能如何知道？系统，兑换高倍军用望远镜。还有一个女修士，好大！什么好大？而且你当真能看这么清楚？这叫千里眼，能看到千里之外。这千里眼竟能将千里之外看得如此真切。眼下我们现在唯一能出去的，也就是左翼这条路。可即便我们能逃出去，对方人多势众，
要是被追上，还是死路一条。你现在能施展出多大动静的法术？若不计消耗全力，可引动小范围天象，百里可见。好，那你在这个位置制造一些动静，把敌人都吸引过去。我则是在这埋下一些 C4 炸弹。炸弹？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比雷霆之力还要恐怖100倍的力量，且无需灵力，由我控制。那岂不是连元婴修士都不能抵挡一击？何止抵挡，非死即伤。最为关键的是能制造混乱，为咱们争取时间。那之后呢？系统兑换99A 坦克。兑换99A 坦克需10000积分，宿主剩余额度不足。推荐兑换5个坦克模型，单个仅需50积分。这坦克模型也不是不可以，那就兑换5个遥控模型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叫坦克模型，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机关兽。那帮畜生还未发现我们。两仪晦气，合掌引元，惊鸿贯雨，直上好逑。快看那边，一定是苏清瑶在强行冲关。不对，他这是借助丹田封印引来的天地异象，快去阻止他！找了这么久，终于找到他了，绝不能让他再逃了！赶紧离开这儿，这边走。本王法力已尽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好。人呢？苏清瑶人呢？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大家仔细搜。3、2、1，走你！我去，好白的腿！这么多元婴修士和金丹修士都倒下了。发生了什么？师叔他们怎会如此？这可是6个元婴修士呀！此等力量，绝不可能是一个丹田被封之人能够使出来的，必然是其他高人在。今日折损如此多的师兄，不能就此算了，去抓到苏清瑶，给我找！快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怪哉，此物无头无脑。快躲开！此邪物修为不在元婴巅峰之下。走，快走，不要挨到那邪物！方才那雷霆之力，想必就是这邪物所发，大家快避开！别看了，赶紧走，不然其他人待会就又追上来了。我元气大伤，只怕是走不远了。要不我背你走？你背着我。不要磨蹭了，不然一会儿他们又要追上来了。今日要是没有你，我真得死在这里了。坚持住，我们得再跑远点，甩开所有尾巴才能休息。林峰，你为何要如此拼命救我？仅仅是因为合作？一开始确实是想找个人做向导，而且你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不过现在如何？现在我发现你这女帝虽然有时候要面子疑心重，但也不是不讲道理。而且你昏迷的样子还是挺让我揪心的。哼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只是因为揪心吗？不然呢？难道还能是因为你长得好看？登徒子又来了。又叫我登徒子？刚才救你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个样子。此番恩情，轻瑶铭记，待恢复法力，定当厚报。话说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？没有外人时，你可以叫我轻瑶。轻瑶，好名字。那你说说，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虽说甩开了那些修士，但是这里不能久留，咱们得换个更安全的地方。这附近我记得有一座青云城，是我治下的城池，可以先到那里休息一下。好的，轻瑶。站住！进城出示录影。传你家城主赵海过来。陛下，我等冲撞了陛下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快去禀报城主。京城城主赵海参见陛下。
陛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，而且还受伤了？平身吧，其他的事情进城后再说。恭迎陛下。啊！陛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何您伤得如此之重？天玄宗勾结叛逆，设伏封印我丹田，若非有真人相救，只怕我已命丧黄泉。天玄宗竟然如此大胆！这位是林峰。这位林真人来自另一方世界，有通天手段，此番能突围，全赖真人之力。域外真人，小人在此有礼了。只是什么？陛下，青云城虽在您治下，但城防薄弱，修士不足100人。若天玄宗追查至此，那就祸事了。我只需等到法力恢复就走。天玄宗眼线遍布各地，想必不等陛下休养好，那天玄宗的修士就能找过来。那就让他们来。啊！真人此言何意？这座城有多少百姓？约1万人。这么多人，还怕什么天玄宗啊？你给我征集500人，再给我3个月，到时候来多少天玄宗修士都不怕。真人莫要说笑，凡人没有灵根，面对修士就如同蝼蚁，纵有10万之众，也不过是螳臂当车，更何况只是500。林峰，赵城主所言非虚，在这方世界，凡人与修仙者的实力差距，那就是云泥之别。是啊，真人，此界非彼界，修士御剑飞行，法术毁天灭地，至于凡人，能自保就不错了。苏清瑶，你也见了我的本事，并且我也没有灵根。赵海，属下在。速拨500人给林真人调遣。此外，城中资源也任由林真人调配。我相信他。陛下，若数月后天玄宗真的来了，届时这些未经修炼的百姓上阵，就会白白送命。朕意已决，照办便是。林峰，朕将这500人的性命和青云城的存亡交于你手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卑职遵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我们来干嘛呀？城主让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？反正每日都有粮食领啊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听人说是来了意外异域之人，说是要教我们什么兵法战术。诸位可曾想过，凭什么仙家可以遨游天地，而我等凡人只能做着井底之蛙？凭什么修士们可以随意碾压一个凡人，而凡人却要如同蝼蚁苟活一世？今日我就要告诉你们，凡人不比修士差，甚至我们凡人也可以逆伐修士。他这莫不是在说什么胡话？就是啊，我等凡人没有灵根，怎么会是修士的对手？还谈什么以后啊？系统兑换 RPG， 兑换成功，消耗60积分。诚如诸位所见，我也是凡人之躯。接下来我要让你们见识一番，我是否是胡说。此乃我那方世界的神器，无需灵根，也无需灵力，专为凡人所用。难不成在你那方世界，凡人当真可以拥有毁天灭地之能？没有灵力却有如此神力，实在不可思议。我若有此神器，何惧那些嚣张跋扈的仙门修士？所以只要你们听我的，我保准诸位3月之后皆有比肩修士之能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战术。所谓战术，就是靠头脑智取。系统兑换500本《孙子兵法》，兵者，诡道也。此本秘籍所列，皆是克敌制胜的绝妙计谋。这上面这星际谋略实在是深奥啊！兵者，诡道也。用兵原来该这样，妙妙啊！
系统兑换500把突击步枪，5万发子弹。兑换成功，消耗1000点积分。这些日子，我让大家练习队列、体能和战术，都是为了让大家弥补和修士之间的不足。但是要想真正抗衡修士，对抗修仙者，还是需要用神器。所谓修仙者强于凡人，那是无稽之谈。我给你们的神器可于100步之外，让一个元婴修炼者失去神智。这巨狼之前伤人无数，数10个大汉都上前不得，如今100步之外，动动手指头便死了。即便是金丹修士，想要做到这般，也需要先净身，不是啊？如此看来，林真人所言非虚啊！此物名叫步枪，有千里之外取人性命之能。有了我给你们发的神器，100步之外，修仙者再快也快不过这子弹。林真人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！早就看那些修仙者不爽了。今后有了林真人给的这神器，我也能对抗修仙者了。100步之外是这枪快，10步之内这枪又快又准。顷刻之间不用贴身就能取人性命，这就是元婴修士也做不到吧？接下来几日，你们除了要重复之前的训练，还要练习射击，要把这神器的威力发挥到极致。林真人万岁！林真人万岁！这几日，你们已经能将步枪运用到炉火纯青。接下来，我要教你们33制。33制那是什么？我们和修士作战，即便有神器，还是会有殒命的风险存在。但是我们要是3人为一组，首尾兼顾，相互协作，就能发挥更大的威力。系统兑换12个机械狗，兑换成功，消耗1200积分。消息，立正。这仅仅2个月，这些凡人竟有如此变化。赵海，现在觉得本王的选择如何？纪律严明，令行禁止，确实远超普通民壮。但这些人说到底也还是平民，如何能对抗修仙者的各种法术法宝？赵城主，你不妨接着往下看。全体都有，立正。这般令行禁止，比陛下身边许多修士卫队更盛。3个月前，这些人一个个精神萎靡，如今个个眼神坚定，变化实在太大了。还请2位继续往下瞧。第2项，行军耐力与战术基础演示。不可思议，简直不可思议！急行而阵型不散，协作无间，如臂使指。最后一项，战术演练。现在你们还觉得凡人就一定比修士弱吗？之前的确是我错了，短短3月，竟能让这500凡人变成一支威武之师。庶民之力若众志成城，则金石可铮，天地可撼。林峰，我越来越好奇，你的那方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？那地方可没这里刺激。不过我们有句话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团结就是力量，说的真好。禀陛下，城主还有林真人，城外探子急报说100里外发现了不少天玄宗修士踪迹。对方有多少人？大约100人，现在正朝青云城方向御剑而来，最迟明日午后抵达。100人修士，足以摧城了。陛下，您还是先行转移吧。您正值冲破封印的关键时刻，绝不可有失。我解除封印就在这1-2时，此时离开，便前功尽弃了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练了3个月，正好拉出去溜溜，检验一下成色。真人，那可是100名修士，其中必有元婴带队。即便我军训练有素，可毕竟是首次实战。还没打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不行？再说了，
咱们还是以逸待劳，这优势在我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修士们会飞天遁地，无需后勤，而凡人士兵一旦开拔，就需要消耗大量粮草。就这事儿，早说啊！系统5000份高能压缩饼干，兑换成功，消耗800积分。尝两片。这是何物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弟兄们，天玄宗的修士们，此刻就在城外100里之外，咱们练了3个月，为的是什么？杀敌！很好，我知道，有人心里还在打鼓，觉得咱们凡人凭什么跟会飞会法术的修士打？就凭这个，这叫压缩饼干，吃一块顶一天。还凭咱们练出来的筋骨，凭咱们要证明凡人不比修士差。真顶啊！还有股麦香，比黑面膜好吃多了。此乃林真人自异界带来的仙人粮草，有此神物傍身，我军再无后顾之忧，此战必胜！必胜！光有粮还不够，我再给大伙看点好东西。系统兑换5辆遥控坦克模型，再把之前的12台机械狗一并召唤出来。兑换成功，消耗250积分。这是坦克、机械狗，都是机关兽，可以如同傀儡一般由我等凡人操控，无需灵力。神了，真神了！那么现在准备出发，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们知道，时代变了。赵城主，你看如何？陛下，属下愿随林真人一同出征，如果出现问题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林峰，你意如何？赵城主想去，那就一起走，正好让他亲眼看看，咱们练出来的兵到底行不行？好，赵海，你随军出征，一切听从林真人号令。这个你带着，遇到危险，我可立马感应。哟，咱们女帝陛下还会做女工？登徒子，不要就还我。送出去哪有要回去的道理？谢了，青瑶。安心冲关，等我凯旋。活着回来。走了。圣女，前方便是青云城地界，苏清瑶那妖女很可能藏身城中。区区一座凡人城池，也敢窝藏我天玄宗要犯？传令，入城后直接锁人，若敢阻拦，格杀勿论。圣女放心，城中皆为蝼蚁凡人，最多有几个不成器的低阶散修，我等随手便可镇压。不可大意，之前几波前去南安的师兄弟，全都一一折损。宗门长老下令，不能再出差错了。圣女说的对，那苏清瑶身边有个人十分古怪，据说是个凡人。怕什么？叶师姐可是化神巅峰，而苏清瑶丹田被封，就算要突破，也得数月。就这儿了，鹰嘴虎，2头窄，中间稍阔，适合做埋伏。此地虽立埋伏，可我担心的是，咱们即便包围成功，也不能将对方全部消灭。赵城主，你只负责带人埋伏，至于后面的事情，我自有安排。所有人100人为一队，前4队埋伏在山谷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确保对面一个也逃不走。剩下的1队负责操控机关兽。林真人，那些机关兽如何布置5辆坦克提前藏在谷口显眼处，等他们进来，就用这东西引诱。12台机械狗会等他们进入包围圈，负责掩护咱们。老夫做什么？老赵，你带几个机灵的，爬到最高处，用这千里眼盯死对方动向，随时报信。得令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不是硬拼，是让他们乱，让他们慌，让他们有力无处使。等他们成了没头苍蝇，再一举拿下。林真人，咱们大家伙埋伏好之后干什么？埋伏好之后，所有人抓紧时间休息，以逸待劳。林真人，刚才探子传来的最新消息，天玄宗对面有一个化神期，是天玄宗圣女。
化神期怎么了？照打不误。林真人，那可是化神期，圣女是吧？化神期是吧？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啥叫降维打击。终于来了，传令下去，按照计划进行。发信号。圣女，就是这些铁疙瘩。那日陨落的几个师兄弟，就是被这玩意儿发出的雷霆之力所杀。他们动了，他们又动了，大家小心！毫无灵力波动，不过死物傀儡，装神弄鬼。去几个人毁了他们！弟子领命。上钩了，遥控组引他们进谷，注意保持距离。站住，别跑！他们逃进山谷了，快追！不能放跑他们，为师兄弟们报仇啊！不对劲，此地过于安静，全体警戒！开火！什么东西？气！我的腿被锯掉了！圣女怎么被埋伏了？四面八方都有埋伏！救我！无耻鼠辈，只会藏头露脑！出来！别急啊，圣女，正餐来了。BGM， 起！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这又是什么怪物？傀儡兽为何没有灵力驱动？他冲我来了，滚开！这究竟是什么邪术啊？混账！给我出来正面一战！差不多了，全体都有，开始总攻，协同作战。他们竟然全是凡人，而且没有一点灵力波动。我们输给了一群凡人，这不可能！负隅顽抗者，格杀勿论。识时务的，现在跪地投降！赶快投降！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走你！林真人，咱们真的赢了！100多名修士就靠这500个凡人拿下了。没完呢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。你这卑鄙的凡人，用的到底是什么邪术？这位姑娘，你要是识时务的话，现在就投降。你说什么？让我给你这凡人投降？林真人小心，此女是天玄宗圣女叶灵儿，年纪轻轻已是化神期巅峰。天玄宗圣女，化神期，要是把她抓了，岂不是能用来要挟天玄宗？口出狂言！林真人，化神期非同小可，一念一动便可瞬移100丈。知道了，系统兑换一支强效麻醉枪，要能放倒大象，不，放倒恐龙的那种。兑换成功，消耗100积分。凡人，看招！小心！时代变了，姑娘。怎么会？我怎么会这么晕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神了！化神期就这么被林真人放倒了？林真人就动了动手指，那天玄宗圣女就倒在了他的怀中。这又是什么神器？连化神修士都无法招架。搞定！我就说时代变了嘛。林真人威武，凡人万岁！行了行了，加上俘虏回青云城。林真人用兵如神，手段通天，赵海服了。之前赵某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有得罪，请见谅。不说这些了，今日能生擒圣女，没有你赵城主还真不行。走，回去给苏清瑶报喜。终于，丹田的封印终于解除了。启禀陛下，林真人和赵城主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。回来了。刚才看这里一缕金光冲天而起，你封印解除了？对，而且我的法力现在也全恢复了。对了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100多个天玄宗修士被我们全歼，全歼，而且就连天玄宗圣女也被我们抓了。
还抓了圣女。天玄宗圣女叶灵儿，她可是化神期，你是如何生擒她的？陛下，林真人制服这天玄圣女就只用了一招。就只用了一招？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趁着这圣女还没醒透，你先给她上个保险。我已封印她丹田，只要丹田封印没有破开，她就和凡人无异。麻醉剂还有点后劲儿，谅她也构不成什么威胁。你这个凡人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方才眼前一黑，什么就都不知道了？我就是给你打了一针，然后把你请到了这里，现在该你交代了。你们天玄宗这次为了找苏清瑶，到底派了多少人来？除了你，还有谁领队？反太蝼蚁！你若是不用卑鄙手段暗算，今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哟，还挺倔。你这化神期圣女，还不是栽在凡人手里了？败了就是败了，找啥借口？我竟然输给了一个凡人！叶灵儿，天玄宗为何要暗算朕？朕与你天玄宗并无深仇，还下追杀令，不死不休。苏清瑶，你休要狡辩！你杀我天玄宗外出历练弟子，更有人亲眼见你与魔门暗中勾结，我天玄宗替天行道，有何不对？不是，朕从未杀过你天玄宗弟子，更不可能与魔门勾结。相反，数月前朕冲关合体期关键时刻，是你天玄宗二长老带人偷袭，导致朕丹田被封，险些陨落。什么？我天玄宗二长老为人光明磊落，怎会偷袭你？哦，有意思了。你说苏清瑶杀人勾结，他说你们长老偷袭，听起来是有人在中间搞鬼。你们想想，要是天玄宗和女帝陛下死磕到底，最后谁最高兴，谁最得利？魔门？难道要被利用？看来咱们的圣女大人也不完全是胸大无脑嘛。你若真是天玄宗二长老勾结魔门，挑拨离间，此事就复杂了。要真是这样，接下来天玄宗还会不遗余力派人来。朕已向帝都传讯，朕的亲卫首领柳青梅应已收到消息，很快便会率队前来。没用的，二长老在宗门内势力不小，此次追捕由他主导，我们这支队伍全军覆没，他很快便会知晓。以他的性子，定会亲自前来查看。他是合体期修士，到时带来的宗门弟子只会更多。合体期又如何？朕也是合体巅峰，既然有人暗中作祟，那便只有一条路，与天玄宗大战一场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我觉得首要的事情就是确定天玄宗中的内鬼是谁。要是直接开打，最后不还是让这些歹人给坐收渔翁之利了？林峰，此次能退敌全靠你。我打算任命你为我的宰相，然后帮我训练更多如青云城这般的凡人强军，你可愿意？宰相官挺大呀，训练凡人没问题，不过得加钱。一言为定。你们赢我是因为偷袭，倘若二长老率大批修士压境，法宝齐出，阵法笼罩，你这些凡人根本不堪一击。好好想想，你今日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报！陛下，柳青梅统领率帝都亲卫已至府外。末将柳青梅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帝都亲卫100人皆已抵达，听候陛下调遣。青梅请起，一路辛苦。陛下被追杀的事情，末将已经听说了。天玄宗敢偷袭陛下，简直自寻死路。这次朕能从天玄宗手下逃脱，全靠这位林峰。陛下，此事末将也听说了。末将以为凡人对抗修士太过匪夷所思，竟恕末将难以相信凡人之躯如何抵挡修士法术飞剑。此非儿戏，关乎陛下安危与国本。陛下，臣主不好了！晨曦爆发瘟疫，已有数十人昏迷，且蔓延极快。瘟疫，陛下，凡间瘟疫虽不致命于修士，但污秽之气可能侵染灵力，影响修为境界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请陛下即刻移驾返回帝都。这城里有瘟疫，那你们为何要把我带到这里？陛下，柳统领所言不无道理。瘟疫非同小可，这凡人之病对修仙者也是致命的。林峰，你意如何？我非但不走，这瘟疫我还要治。啊！哼！什么？你要治瘟？你可知这瘟疫是天地晦气所生？
凡人沾染必死，修士避之不及。自古唯有隔离焚城，或等他自行消退，就是神医来了也治不了。你如何治？凡人性命如草芥，死便死了。要是再不走，等着瘟疫蔓延，所有修士也要跟着遭殃。凡人性命如草芥吗？柳统领，你家女帝陛下的命是我草芥凡夫救的。叶圣女，你这位化神期高人也是败在我这些凡夫手中的。青瑶，得人心者得天下。青云城是你的治下，这里的百姓是你的子民。如今大难临头，你若弃城而走，寒的是天下凡人之心。日后谁还会为你舍命效力？林峰，你当真能治此瘟疫？能。好，朕信你。朕不走。陛下，三思啊！林真人，这瘟疫可非同一般疾病啊！系统，兑换1000份抗生素。兑换成功，消耗1000积分。赵城主，立刻带我去疫区。林真人，一旦接触染病的凡人，连带着你也会染病的。林真人，即便你有能耐让凡夫们和修士一战，可这瘟疫不是你说能治就能治的。赵城主，你只管带路。按照林真人说的办。好热，好疼！林真人，是林真人来救我们了！整个青云城就林真人把我们当人。林真人，您手段通天，本事大，您可得救救我们呀！大家放心，今日我来了，就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活下来。此乃我那方世界专治瘟疫的药，叫抗生素，你们按照我说的做便可。林真人，你究竟要如何做？这又是何等邪气？看好了，我给你演示一遍，这药如何用。这些药当真有用？扎这么一针，这瘟就能好？装神弄鬼，凡人之疾，岂是这般容易就能治愈的？有没有用，明天就见分晓。林真人，神了，神了！赵城主，何事如此失态？昨日所有用了林真人药的病人，今早全都退了热，那些咳血不止的，现在都能坐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昨日那些染了瘟病的凡人全都好转了？赵城主，你莫不是昏了头？凡夫染了瘟疫，哪可能这般容易消退？柳统领，卑职不敢说谎，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10几个眼看要断气的，今晨都能坐起来喝粥了。此话当真？陛下若不信，可亲自去看。走。林真人，是林真人来了，大家伙快看啊！林真人救命之恩，小人没齿难忘。老朽我昨日命悬一线，要是没有林真人，我是必死无疑了。林真人，从今往后，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对，只要林真人一句话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都去。陛下，这些凡人竟对林峰如此忠心，这怎么可能？仅凭昨日那扎针的办法就能治好瘟疫？都起来！我救你们是要你们明白，凡夫的命也是命。你们要谢就谢女帝陛下，是她下令救你们的。谢陛下隆恩，陛下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他这是在帮我树立威信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人心。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要坚持救这些凡人。林真人，你那500人的凡人军队，当真可与修士一战？柳统领有兴趣的话，不如去教场观摩一番。若方便，我还当真想亲眼看看。凡人终是凡人，能赢修士全靠偷袭。那叶圣女一起，给你开开眼。全体都有，立正。第一项，负重越野演示开始。这些凡人肉身竟然能锤炼到这般坚韧，不过是体力好些罢了。修士遇见瞬息千里，而且肉身不坏，这些凡人再如何努力，也是徒劳一场。那就看点有用的。诸位，且听雷霆！炸！
这般猛烈的雷霆之力是这些凡人办到的。怪不得那一日，我连你的面都没见到，手下就已经折损过半。柳统领，现在相信林真人说的话了吧？这对付低阶修士还可以，高阶修士那就够呛。柳统领，你带来的100元婴亲卫可否借我一用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打算让这100个修士与这些凡人一起训练。要是这些修士能与凡人协同作战，取长补短，那我便能打造一支真正的无敌之师。修士和这凡夫军队一起合作，这个想法好。臣也觉得可行。柳统领，把那100亲卫调过来，即日起与凡人同吃同住同训。绝无可能。元婴修士怎可与凡夫同吃同住，还要一起摸爬滚打，荒唐！这元婴修士早就肉身不坏了，何须再练？我现在是你家陛下亲命的宰相，有权调度一切，这是命令。你，柳统领，听林真人的。末将遵命。但那100元婴修士心高气傲，未必会服。不服？那我就打服他们。柳统领竟让我等听一凡人调遣，真是耻辱！想不到有一日，这些凡夫还能和我等站在一块。从今日起，你们编入1营，和凡人士兵同吃同住，一起练体能、学战术、操演协同。我等元婴之躯早已辟谷，肉身强度岂是凡夫能比？何须再练什么体能？正是，修士斗法，练那些粗笨力气有何用？而且还要我们和这些凡夫一起作战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林真人，你不过1阶凡人，我等元婴修士凭什么听你？你们觉得凡人不配调遣你们，对吧？我明白了，这样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中出1人与我比试，若你们赢了，从今往后你们不必训练，也无需听我命令；但若你们输了，从今往后我说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，不得有半句怨言。好，属下乃元婴中期，愿与林宰相比试。林真人没必要这么较真，让他们比。比试内容很简单，1000米之外设下一个草人靶，你我站于此地不动，各施手段，谁能又快又准的击中靶子，算谁赢。1000米，林宰相，某御剑过去不过呼吸之间，而你1介凡躯，怕是半天也到不了。试试，系统兑换一只高精躯，兑换成功，消耗300积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林峰，看来你要输了。林真人，我让你半刻钟，你先起。不用，一起来便是。预备，开始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只不过是动了动手指，你连灵力都没有。什么？这就打中了？1000米之外，不到1个呼吸，便将那草人手机打成碎屑，实在恐怖如斯。林真人威武！我输了。这叫狙击枪，有效射程2000米。刚才我若瞄准的是你，你连召唤飞剑的机会都没有。只要我动动手指，那么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还有谁不服？林真人神通莫测，我等心服口服。愿听林真人调遣。即日起，我愿听从林真人差遣，同凡人们一道训练。好，从现在起，你们所有人在我麾下，无论凡人修士，一律平等。而且1月之后，考核最优者可以获得一把我手中一模一样的神器。遵命。天玄宗折了100多号人，连圣女都搭进来了。下一次他们来的人只会更多，咱们这点人完全不够，还得继续招兵买马。林真人之意是，赵城主，这次咱们再招募1000凡人。林真人放心，如今您在青云城说一不二，百姓拥戴。只要放出消息，城中百姓定然踊跃参接。那招募以及后续训练的事情，我就交给你们操办了。就算招来上万凡人又如何？
天玄宗光元婴修士就有数把，化神更是有几十。叶圣女，你是好好看看我林峰是怎么把天玄宗的脸打肿的。林真人新军招募，名额有限，只招募1000凡人，凡16至30岁的青壮皆可应征。赵城主，我报名。是林真人让我知道，凡夫的命也是命。我也报名。我娘说了，跟着林真人，不给修仙者当牛做马。以前总觉得修仙者高高在上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们凡人不比他们差。诸位，我们凡人不靠灵根，不靠血脉，靠的是团结，是纪律，是自己。只要你们肯练，肯拼，我林峰保证，人人有枪，人人能战，让那些修仙者看看什么叫做凡夫的力量。陛下，天玄宗内应密报，讲。天玄宗已知叶圣女一行全军覆没，已知陛下身在青云城，现由二长老亲自带队，率1000修士精锐浩浩荡荡而来。1000修士，二长老那个合体境亲自带队。是，天玄宗宗主已下死令，要踏平青云城，活捉陛下。那二长老更扬言，扬言什么？还扬言要将罪魁祸首林真人带回天玄宗，剥皮抽筋，以儆效尤。好大的口气！来得好，正好咱们的大军练成了，他们想决一死战，想踏平青云城，还要把我林峰扒皮抽筋，那我偏要死守青云城，全歼来犯之敌，而后打上天玄宗。痴人说梦！你以为赢了我带的100人就能正面抗衡1000修士精锐？林峰，你太天真了！趁现在解开我丹田封印，等玄天宗兵临城下，我试试去说服他们，就此止戈。不必了，叶圣女，你现在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个人质，关键时候用来威胁威胁你们那位二长老。你，青瑶，该做战前准备了。去校场。弟兄们，天玄宗1000修士正朝青云城杀来，并且扬言要踏平青云城，你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不答应！他们还要活捉我林峰，活捉陛下，你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天玄宗这次来多少人？这么大口气！林真人，对面究竟来了多少人？这一次天玄宗精锐尽出，整整1000修士。1000修士，这都能随随便便灭一个国家了。多，可修士只有100人，其余都是凡人，这如何打得过？林真人，大家说的不无道理。1000修士集结冲阵，绝非先前100人小队可比。林峰，你现在放了我能想办法让二长老退兵。哼，谁说打不过？我这儿还有底牌没亮呢。系统，兑换30把高精狙，500枚手雷，100台遥控机械狗，100个催泪瓦斯弹，5门迫击炮及配套弹药。兑换成功，消耗积分7500点。此物名叫手雷，拔掉这个保险销，扔出去。这威力，堪比近代修士全力一击。就这么一拉一扔，就有如此威力。这手雷我有500枚，这么一发扔到对面人群中，能立马炸昏数人。但要说守城利器，还得是这个迫击炮。这迫击炮威力巨大，只要调整好角度，装填炮弹，就能以雷霆之力轰炸数百米外的敌人。迫击炮能从城墙后面发射，专门打击城下密集的敌人。任你天玄宗修士法术通天，先挨几炮再说。有了这些神器，就不是简单的修为对比了，而是一场造化游戏。不说别的，就是光这迫击炮就够天玄宗喝一壶了。所有人配发步枪和子弹。这狙击枪只有一个用处，那就是斩首，专打带头冲锋的，指挥布阵的，修为最高的。林真人，如此一来，是不是意味着我元婴修士连化神高手都能干掉了？别说化神，就是炼虚大能，只要没防备，也能陨落在你手下。还有这个，叫催泪瓦斯，和手雷用法一样，扔到城下去，瞬间白烟滚滚，呛人流泪，专挑对面境界高、态度嚣张的砸。现在还有人觉得咱们打不过那1000修士吗？让天玄宗有来无回！有此神器，元婴可杀，化神可斩。
云城这群不自量力的凡夫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劫掠我天玄宗圣女，杀我门下数十弟子。三长老息怒，区凡人城池，弹指可灭。此番长老您亲自出动，实在是没有必要。派出几个化神弟子，踏平青云城，易如反掌。启禀长老，刚从青云城传回的消息，女帝苏清瑶丹田封印已解，并且那凡人林峰已经训练数千凡夫军卒，此刻正严阵以待。我看这女帝苏清瑶真是昏聩了，竟然想着用凡人来对抗我天玄宗修士。凡人对抗修士，痴心妄想。看来那女帝苏清瑶已经被咱们吓破胆了。传令，全速前进！今日老夫要亲眼看着青云城化为焦土，生擒苏清瑶，活剐那个叫林峰的凡人。天玄宗的人来了，还真来了1000人送人头。好啊，迫击炮组听令，校准目标区域。待会儿看哪里人多，就用炮弹往哪里给我打。是。狙击手，你们的任务就一个，斩首，专打飞在最前面的，嗓门最大的，境界最高的。明白。化神器的大能就交给我们。催泪瓦斯组随时听我号令，等他们准备结阵冲锋时，全给我砸出去，制造混乱。得令！林真人，我手下这些修士何时出击？先不急，你们要等到最后压轴出场。林峰，这次你有几成把握？10成。哼，你也太狂妄了。三长老可是合体初期，你这些奇技淫巧，在绝对的修为面前不堪一击。叶圣女，要不咱俩打个赌？要是我们赢了，你认我做主人；相反，要是输了，我放了你。你苏清瑶，你给老夫滚出来！秋天宗，你天玄宗无故追杀朕，今日还敢兵临城下？无故？你杀我宗门弟子，勾结魔门，罪该万死！速速放出我宗圣女叶灵儿，然后自废修为，跪地受降。还有那个叫林峰的凡人，自己绑好了爬出来，老夫或可留你全尸。喂，老头，嗓门大不代表你有理，跟我说话你最好客气一点。区凡人胆敢对三长老不敬，一个凡夫也敢口出狂言，狂妄！你们口口声声说青瑶勾结魔门，证据呢？我看真正勾结魔门，想挑起天玄宗和女帝死战的是你秋天宗吧？汪口小儿，血口喷人！被我戳中心思急眼了。你们抓女帝，无非是想制造混乱，好让魔门趁虚而入。你这老东西，分明就是魔门安插在天玄宗的棋子。放肆！天玄宗弟子听令，结阵攻城，踏平青云城，活捉苏清瑶。特别是那个满嘴胡言的凡人，给我碎尸万段！给脸不要脸！催泪瓦斯，放！这是什么药物？眼睛，我的眼睛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！散开，快散开！这烟呛人！别慌，区障眼法而已，快用催动灵力防御。狙击手，瞄准那些还能站着的、境界高的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化神后期的王师兄死了，炼虚期的刘师叔也倒地了。咱们压根就看不见对面到底是何人在动手。只要对面城头上清脆的响一声，咱们这边就要陨落一人。这是什么手段？迫击炮组，开火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逃啊！不许退！给老夫稳住，接防御大阵！这便是林真人之前所说的火力覆盖。柳统领，
现命你带上100元婴修士，出城反攻，用步枪和手雷清剿残敌。末将领命。按照林真人吩咐的，3人一组，交替射击，专打落单的。往哪里跑？吃我一枪！还是手雷好用，闭着眼往人堆里扔就行，一颗手雷就炸飞一群。别打了，我投降！我的灵力耗尽了，跑不动了。一群废物，都给老夫回来！林峰、苏清瑶，你们不讲武德，用这等卑劣手段，胜之不武。卑劣，老头，你污蔑女帝挑拨离间就不卑劣了？再者说，战场上只论生死，谁跟你讲武德？时代变了，大人。你，柳统领，别管杂鱼了，集中火力，把那紫袍老头给我拿下。是。赶紧结天玄剑阵，护住老夫！迫击炮，给我朝着那剑阵打！长老，剑阵要破了！长老，快走吧，咱们的大阵顶不了多久。撤！今日之仇，老夫来日再报。弟兄们，所谓修仙大能也不过如此，给我杀出城去！杀呀！冲！杀呀！冲啊！天玄宗精锐也不过如此。检测到宿主消灭大量敌人，累计获得积分15200点。林峰，就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赢了？1000天玄宗修士精锐折损过半，俘虏30余人。末将跟随陛下征战100年，从未有过这等战果。我林峰就是专治各种不服，只是可惜让秋天宗那老贼给跑了。林峰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之前都是天玄宗来找咱们，我们始终处于被动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攻守一行了。林真人的意思是乘胜追击，直捣黄龙。今天就打上天玄宗。林峰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天玄宗长老皆在合体境以上，更有闭关数百年渡劫期太上长老坐镇。陛下所言极是。今日的只是1000先锋，但天玄宗门人弟子数万，元婴遍地，更有护宗大阵，咱们这点人只怕是不够看。林峰，你真是痴心妄想！天玄宗立宗3000年，从未有外人能打上山门，就凭你们这1000杂牌军，没进山门就得全军覆没。难打，那就用难打的打法。系统兑换1000把便携冲锋枪，以及1000挺重机枪，配足弹药。对了，再兑换50个麻醉烟雾弹。对付那些合体大成的老家伙，其他都白费，还是得用一些无色无味无形的东西。兑换成功，消耗积分11000点。此物名为冲锋枪，和你们手中的步枪不同，十分轻便，并且兽速迅疾，能连发。我的天，这盾牌可是玄阶法器，就这么被打成筛子了？这冲锋枪岂不是一开火就能扫倒一大片敌人？你们再看这个，这叫机关枪，威力更大，射程更远，可持续火力压制。这威力堪比合体修士全力催动法宝持续轰击。若有此等神器，那天玄宗未尝不可。咱们若是人人配上冲锋枪或机枪，加上手雷、催泪瓦斯、迫击炮，青瑶，你说咱们能不能以一敌百？能，太能了！若有此等军备，打上天玄宗未尝不可。末将以为
可行，但需其策，不能当然不硬硬拼，咱们玩点新鲜的，闪电战。闪电战，所谓闪电战，核心就3点：速度、奇袭，集中兵力打要害。天玄宗方才大败，肯定想不到咱们会在这个时候打过去。我们要像闪电一样，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全力以赴，直插心脏。我计算过，从此地到天玄宗山门，修士御剑带凡人急行军，不休整，1日夜可到，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。可护宗大阵怎么办？我就不信用迫击炮狂轰滥炸10轮，就不能撕开他护宗大阵的一道口子。天玄宗的护宗大阵乃上古流传，渡劫期都难破，你那迫击炮根本就不够用。我也没说我只有迫击炮啊。再说了，我的手段都没用了，到时候还有你这个圣女吗？你无耻！兵者，鬼道也，你就好好瞧着，看我怎么打上天玄山，活捉秋天宗。林峰，可天玄宗那些合体期的长老宗主，甚至是大成期的太上长老，咱们该如何应对？对付这些大能修士，我还有这个东西无色无形，但无论你是合体修士还是大成修士，只要闻到一点就会酣睡过去，然后他就只能任人摆布了。要真是这样，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走！兄弟们，手里的家伙都摸熟了没有？熟了，熟吉祥了！谷，你们在交战时不求精确，要压制住那些高阶修士，让他们不敢到咱们面前。冲锋枪组，你们是先锋，等进了天玄山，见人就扫，别剩子弹。遵领真人令。弟兄们，废话不多说，此去天玄宗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胜利。出发！天纵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莫非那女帝苏清瑶已被你手到擒来？三长老出手，自是雷霆万钧，想必此刻青云城已是一片废墟了。气个屁！我是大败而归，而且带去的1000个弟子全都陨落了。你说什么？全军覆没？不错，即便是那苏清瑶恢复了修为，也不可能是你和1000化神元婴弟子的对手。是苏清瑶身边那个叫林峰的凡人，那人带着一群凡夫，不知用了什么邪术和邪物，十分了得。荒谬！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，能让你带去的1000修士精锐全军覆没。秋天纵，你莫不是老糊涂了？你才老糊涂了！那些邪性的法器，有的能在千里之外在你脑门开洞，有的能凭空招来雷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邪性的法器，那些凡夫人手一件。一群凡夫依靠外物击败了修士大军，此事亘古未闻。那林峰来历诡异，定是他与魔门有所勾连。宗主，那林峰邪术惊人，已成气候。为保宗门万全，唯有请出太上长老，方能镇压这林峰。这宗门选址不错啊，易守难攻，风景绝美，倒是个风水宝地。叶灵儿，你是天玄宗圣女，对这里最熟，说说吧，怎么？天玄宗的前山是外门区域，居住的弟子修为普遍不高，中间的高峰乃内门所在，都是元婴期修士。而最核心的后山，便是宗门禁地藏经阁，长老殿也都在那个地方。懂了，前面新手村，中间精英区，后面 BOSS 房，路线很明确嘛。接下来，我亲自带领100名冲锋枪手作为先锋打头，清理障碍，打开通道。柳统领，你率领手下的100元婴修士，全部拿着重机枪，御空飞行，随时进行重火力压制。末将领命。赵城主，你的炮兵营则是负责随时提供火力支援，我指到哪儿，你的炮弹就得给我打到哪儿。是。青瑶，你负责坐镇后方，清理后方残余，保障大军后路和侧翼安全。都听清楚了，这次是闪电战，唯一的目标就是后山长老殿，沿途一律不准停留恋战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林真人，天玄宗的护宗大阵已经触发了。赵城主呢？给我把所有迫击炮给我拉上来，照着护宗大阵使劲轰，给我瞄准一个点，饱和打击，开炮！
缺口开了！英雄们，跟我冲！为了凡人，为了胜利，为了凡人！啊！快看那边，护宗大阵被触发了！是有人闯进来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擅闯我天玄宗！不孝弟子许墨，携众长老有10万火急之事，惊扰太上长老清修，万望恕罪，恳请太上长老出关。何事至于我亲自出山？三长老秋天奏，日前奉令前往青云城擒拿女帝苏清瑶，却遭惨败，其所率1000宗门精锐几乎全军覆没，而对方不知从何处得来诸多威力恐怖的邪气，更能让其他凡人使用。此战导致我宗门1000精锐尽失。太上长老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要不是我跑得快，只怕是我今日都见不到您老人家了。对了，此番大败全都是因为苏清瑶身边一个叫林峰的凡人。1000弟子兴师动众出去，结果却败在一群凡夫手里，现在还有脸来找我？此事尔等自行解决。若真到了连你们都解决不了的时候，老夫自会出来。宗主，各位长老，不好了！护宗大阵被触发了，而且山脚下的大阵还缺坏了一块，应该是女帝苏清瑶的人杀上宗门来了。绝无可能，护宗大阵乃上古仙玄所设，岂是区区凡夫俗子用些歪门邪道就能攻破的？就是，青云城那帮人刚刚经历大战，哪来的余力长途奔袭我天玄宗？就算他们有力气杀过来，他们也不可能有胆量上我天玄山上来造次。许是外门弟子胡闹，破坏了护宗大阵，派人调查一番即可，无需大惊小怪。不，你们不懂。那林峰就是个疯子，他根本不懂敬畏，不按常理出牌。他说要打上天玄宗，就真的会打来。邱长老，你已被那林峰吓破了胆，哪里还有丝毫长老气度？既然太上长老发话，那你们下去后立即组织人手，再攻青云城。而且这次，本宗要亲自出马。宗主所言极是，我天玄宗立宗3000年，底蕴深厚，岂能被一群乌合之众的凡人吓倒？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一股凡人军队杀上山了，现在已经到了中峰，好些个师兄师弟全都陨落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外门虽弱，也有数千弟子，各类阵法陷阱无数，岂会这么快打到中锋？林真人，前面堵了好几百号修士，境界都不弱，咱们子弹消耗有点大，强行冲的话，恐怕会消耗不少时间。看来这天玄宗也不完全都是废物。此乃天玄宗中锋圣地，尔等突破外门，已是罪该万死，竟敢窥伺中锋，真是痴心妄想！速速跪地投降，或许还能留个全尸。否则，等我天玄宗诸位长老亲至，定将尔等神魂俱灭。我们中锋元婴如云，化神如雨，更有炼虚境大能坐镇，就凭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想过去？林真人，要不我们直接打过去吧？这群修仙者实在是太猖狂了。看来这帮老爷们还没认清现实。行，喜欢摆谱是吧？柳统领，用重机枪给我洗地开路！天上那些人是干什么的？管那么多做什么？今日有这么多师兄弟子，还怕了他们不成？一群不自量力的东西！今日但凡有1人能从这跨过去，我自废修为。开火！那到底是什么法器啊？你管他什么法器，再不跑就没命了！师叔，救命！我不想死！跑什么跑？
我还是喜欢你们方才桀骜不驯的样子，麻烦恢复一下。障碍全部清除，全体都有，继续前进。目标后山长老殿，弟兄们加把劲！打穿了中锋，天玄宗积累了3000年的藏经阁、法宝库、炼丹房，就全是咱们的了。里面的功法秘籍、神兵利器、灵丹妙药，看上什么拿什么，给我冲过去，统统打包带走！宗主，敌人速度太快，我们根本挡不住了。中锋现在已经失守了。你们说什么？中锋硕本精锐，几十名化神巅峰，加上各种阵法，连1炷香时间都没撑到。这么说，这苏清瑶的人真打上来了？莫非是苏清瑶亲自出手吗？没见到苏清瑶，反倒是看见对面一群凡夫，手中拿着各色我等没见过的法器，动辄便是雷霆之威，毁天灭地，难以招架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天玄宗天下第一宗门，怎么会连凡夫都打不过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，定是你们怯战未敌。前头带路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凡人。我天玄宗举宗门全力都不能对付。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我天玄宗禁地，屠戮我宗门弟子！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青云城保安大队大队长，接女帝陛下御前宰相林峰。你就是那个凡人林峰？正是在下。许宗主，该说不说，你这天玄宗没一个顶用啊！林峰，你纠结凡夫犯我山门，而今还敢大言不惭，罪该万死！还有你苏清瑶，身为神使女帝，竟与这等妖人为伍，屠戮正道宗门，你还有何面目统领玄花？许梦，时至今日，你还要倒打一耙？究竟是谁先无故追杀朕？又是谁暗中对我使绊子？许宗主，我这个人比较直接，就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们口口声声说女帝勾结魔门，证据呢？第二，你们那个三长老裘天纵处处挑拨离间，该不会他才是那个真正勾结魔门的人吧？哼，林峰，任你巧舌如簧，也改变不了你今日难逃一死的结局。至于苏清瑶是否勾结魔门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即使他苏清瑶没有勾结魔门，那又如何？我天玄宗传承3000载，乃天下第一大宗门，凭什么要处处受制于他一个女子？不错，我天玄宗要杀谁，还需要理由吗？天玄宗就是公道。宗主，跟这些废物废话什么？何须宗主与大哥出手？老夫这合体中期的修为，灭杀他们绰绰有余。吴长老小心，不可轻敌。那林峰手段诡异阴毒，防不胜防啊！听见没？人家说咱们是废物呢。得了，也别让人家合体大能久等。全体注意，戴防毒面具。啊！你们这是何意？死到临头还要戴上这滑稽的面具？就是怕待会儿熏着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还会冒烟？头怎么晕晕的？快走，这烟有毒！现在才意识到，晚了。完了，天玄宗真的完了。行了行了，都把面具摘了吧，味儿散的差不多了，别傻站着看戏了，干活！把这几个人给我捆结实了，尤其是这个合体巅峰的许宗主，还有那个合体中期的老头，多捆几圈。青瑶，光绑着还不保险，这些老家伙修为太高，万一醒了挣扎起来麻烦，还得麻烦你给他们丹田再加几道封印，封得死死的，比普通人还要虚。好了，我用了3重封印，
除非有修为远高于我之人全力侍卫，否则他们休想调动半分灵力，与凡人无异。柳统领，赵城主，现在你们立即带领剩下的人手，全面接管天玄宗，从山门到后山，什么大殿啊、库房的，全部控制起来。所有天玄宗弟子也一律集中俘虏。要是还有不识时务的，一律拿下。宗主和长老都被俘虏了，咱们也赶紧投降吧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没必要为了宗门把命都搭进去。百年修为，要是因为无谓的抵抗毁于一旦，就太可惜了。我们投降！我们投降！我们投降！这是大成期的气息，是天玄宗的太上长老苏清风出关了。是太上长老，林峰，你们闹得太大了。苏清风长老闭关已逾300载，修为深不可测，早已踏入大成期。你们现在走，或许还来得及。想走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何方孽障，胆敢擅闯我天玄圣地，伤害我门人，扰无清修！你这凡夫，好大的胆子！竟用这些卑劣手段伤我门人！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什么是仙凡之别，什么是魂飞魄散！这老头，你刚才那几个可强上不少。苏前辈，之前是你天玄宗设计陷害于我，我今日攻山，一是为了自保，二是帮你清理门户。帮我清理门户？苏清瑶，就凭你也配给我天玄宗清理门户？还有你这毫无灵根的凡夫，仗这些奇巧淫技，便胆敢打伤我天玄宗！今日老夫便先拿你开刀！林峰，小心！可笑，在真正的仙道威力面前，你这些玩意不过是孩童把戏，也还是安心受死吧！我的眼睛！老爷子，再来点刺激的！你大成期咋了？大成你也得怕辣椒水呀！这又是何毒物？你这凡夫当真卑鄙无耻！嘿嘿，高浓度麻醉剂，给您老助个眠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哎，老前辈说啥大话呀？睡个好觉吧，梦里啥都有。这大成修士就这么睡过去了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修了这么多年仙，到底修了个啥？林真人，你对这天玄宗太上长老做了什么？都愣着干嘛？赶紧过来把这老家伙绑了，然后想办法把他丹田也封印了，不然等他醒了，我可得遭老罪了。林真人，山上所有的弟子都在这儿了。林真人，这里面是各类秘籍功法，还有法宝灵药，这可是天玄宗数千年的底蕴积累呀。不错不错，这一仗没白打。回头给参与战斗的弟兄们论功行赏。林真人，今日我赵海得以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方才那太上老可是大成期修士啊，在您面前竟然一息都没撑过去。哼，这哪里是我的本事？再说了，这老爷子自己也是托大，非要睁着眼睛接我闪光弹，那怪谁呢？林峰，说真的，我到现在还觉得像在做梦。天玄宗竟然就这么被你在1天之内生生打垮了。所以说，思路决定出路，装备决定胜负。作为修仙者，在我这战术协同和火力覆盖下，那就是插标卖首了。此番回去，我定要倾尽资源，让你在帝都训练出更多更强大的凡人大军。林真人，
柳青梅此前多有冒犯，乃至出言不逊。今日亲眼所见，方知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。从今往后，您指向哪里，末将便打向哪里。天玄宗现在已经被灭，我亲眼目睹了林真人的手段，也看清了秋天宗支流的卑劣与宗门内部的腐朽。我恳请陛下解开我的丹田封印，我愿真心归降。从今往后，效忠陛下与林真人，戴罪立功，绝无二心。好，那就给他一个机会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边关急报10万火急。3日前，魔门联合西方异族大军突袭北境金城关，守关将士浴血奋战，但终究寡不敌众。金城关现在已经陷落。什么？金城关陷落，异族入侵？这怎么可能？金城关乃北境门户，一旦有失，北境13城危在旦夕。魔门与异族联军下一步必定长驱直入，陛下，我们必须立刻回援。等等，你们刚才说的魔门联合异族，这个异族指的是什么？我初来乍到，对玄荒界的格局还不太熟，详细说说。林真人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所在的这片广袤土地被称为玄荒大陆，陛下治下的神使皇朝主要占据大陆东部及中部富饶区域，疆域辽阔，而大陆的西部越过无尽沙海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那里生活着与我们相貌、语言、修炼体系都截然不同的族群。那里的人大多金发碧眼，身材魁梧，而他们修炼的是一种被称为魔法的力量，并且他们的修士自称魔法师。魔法师？正是，他们的魔法威力不小，有的能召唤烈焰寒冰，有的能操控大地风暴。虽然与我们灵力体系迥异，但实力确实很强。强大的魔法师要比一些大成修士还要厉害。这些异族向来倨傲，但也不敢胡来。如今他们竟与魔门勾结在一起，这就危险了。天玄宗刚刚被我们拿下，此事一旦传开，短期内我皇朝难有独当一面的大能修士站出来对抗这些异族。林峰，这次你还有没有办法？边关危在旦夕，如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青瑶，你让我想想如何对付这些异族，我要亲自去前线看了才知道，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。对，得先摸清敌人底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还是要未雨绸缪。今日先把天玄宗俘虏的修士，还有搜出来的宝贝全部带回帝都。等返回帝都，可以把这些俘虏重新训练改造一番，这便能多出一支对抗异族的力量。林真人，这些天玄宗的修士刚刚还跟咱们不共戴天呢，就算带回去，能真心实意为陛下效力吗？到时候我会亲自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的。先带回去再说。赵城主，你在青云城训练凡人有经验，这次回去，给你更多的资源，在帝都征募和训练更多的新兵。对抗异族需要大量人手，那就按照林真人的意思，带着俘虏和战利品，即刻全速返回帝都。你们先安置俘虏和物资，然后下去休息一番。林峰，你随我入宫，我带你逛逛皇宫。这里是我平日修炼的地方，还有那边是我的寝宫。林峰，这一路走来，从青云城到天玄宗，再到如今，我深信你就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人，所以我打算把这地位让给你。打住啊！我可对你的地位没兴趣。我不是开玩笑，这一路上你救了我无数次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早就陨落了。我只有这般才能报答你。哎，别，绝对不行！你要报答，办法多的是，干嘛非要这样？你若是不想要这地位，那你就答应我一件事。答应你什么？
答应我，让我认你为主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主心骨，我的主人。不是，这女帝苏清瑶还有这个癖好？只要你同意，今后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那个，这也不是不行，你高兴就好。清瑶，相比较于这事，我觉得还是异族入侵的事更关紧要。要不你先跟我去趟教场，我趁着今天把这群俘虏收编了。收编那群俘虏？天玄宗的各位，我是林峰，就是那个带人灭了你们宗门，还把你们宗主长老打包捆了的那个林峰。你卑鄙无耻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天玄宗乃天下正道，你这般行径就是魔门作派。你们先别急，我问你们，我为什么要灭天玄宗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天玄宗受魔门内鬼挑拨，非要挑起内战。而且你们在天玄宗修炼，要资源，要资质，还要比人脉，讲人情世故，论资排辈，辛辛苦苦做完任务，得了好处，大头还得上交宗门，孝敬师傅长老。你们拼死拼活，到底是在给谁卖命？是在给你们自己，还是在给那些高高在上，把你们当工具的宗门高层？所以我是来解放你们的，而你们在我这里不看出身，不看灵根好坏，更不看人脉师承，我只看你的战功多少，只有公平，公平，还是他妈的公平！说的太对了，我在天玄宗外门干了50年，出任务到手100块灵石，80块上交宗门，10块孝敬师兄，自己就剩下10块。这哪里是修炼，这是给宗门当牛马呀！可不是，我苦修30载，自问天赋努力都不缺，可就因为不会巴结内门长老，没有靠山，至今还是外门弟子。对，凭什么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人就能得到青睐，反而我们这些埋头苦干的就只能被边缘化？宗门内部的方式那更叫一个黑。一件最普通的低阶下品飞剑法宝，就敢卖120块灵石，这不就是被宗门变着法儿盘剥吗？说的不错，这就是天玄宗的可恨之处。我问你们，这样的宗门值得你们卖命吗？不值得。而今后你们跟着我，没有压迫，更没有盘剥，我们讲究的是先修带动后修，强者提携弱者，最终大家一起实现共同复修。现在愿意留下的全都站着不动，想要离开的封印丹田之后就可以直接离开。好，那么从现在起，你们不再是天玄宗的俘虏，而是我林峰麾下的一员。柳统领，末将在，即刻起对他们进行重新编组，与我们的凡人士兵混编，开始基础军事训练。我要在最短时间内看到一支纪律严明、令行禁止的新军。遵命。注意牌面，别以为以前是元婴修士就了不起，在这里没有修为高低，只有纪律，只有命令。看好了，这叫步枪，动动手指便能杀人于100步之外。使用第一步打开保险，先修带动后修，凡人修士人人平等。短短半月，这些天玄宗修士竟然也能变得如此纪律严明、死心塌地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自从上次林真人给这些人讲话之后，这些天玄宗俘虏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训练刻苦不说，这一个个的说话都客气了不少。林真人，陛下，不好了！北境最新急报。赵城主，北境怎么了？快说。刚刚接到加急军报，异族魔门联军攻占京城关后，并未停下脚步，而是兵分3路，大举南下。北境防线够急。大城期的镇北王周乾率领麾下修士拼死抵抗，却大败而退，就连镇北王本人也被异族修士打成了重伤。他恳请陛下速派大成期以上的顶尖修士
并调集举国精锐修士驰援，否则北境恐将不保，危及帝都啊！这哪里还有可用的大成修士？就是炼虚境、合体境修士，也凑不出100人。哦，林峰，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慌什么？看看他们，经过这半月的训练和改造，这3000前天玄宗修士早已脱胎换骨，发了武器立刻就能形成战斗力。而且赵城主新招募的5000凡人士兵也都训练就绪，就等跟异族真刀真枪干一仗了。可这次不同于上次攻打天玄宗，这次异族来势汹汹，还有魔门当帮凶，即便是大成期的大能出手，也不一定能赢。青瑶，决定战争胜负的从来不只是个人修为的高低，是组织，是纪律，是战术，是武器。柳统领，立刻传令，1个时辰后全军开拔，前往北境。赵城主，你负责后勤补给和辎重清点，特别是灵石和灵药，全部带上。是。这段时间没怎么关注系统商城，没想到刷新了这么多好东西。地雷好啊，组建防线，能很大程度抵挡敌人。要是搭配上无人机的空中支援，这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最关键的是这反载具导弹，打天上飞的修士一打一个准。重点是这玩意儿能追着打，任你身法再妙，境界再高，被这玩意儿锁定后，高低得脱层皮。系统，给我兑换6000支步枪，50门迫击炮，1000枚地雷，还有无人机、反载具导弹，能兑换多少就兑换多少。恭喜宿主兑换成功。之所以让你们紧急集合，是因为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北境告急，异族勾结魔门，大举南下。尔等苦练数月，苦练本领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上阵杀敌。今天机会来了，这次出征务必让这些嚣张的异族知道咱们的厉害。现在按照编组，依次上前，领取你们的新装备。我们时间不多，但我要求你们在到达北境之前，必须掌握基本使用方法。又是没见过的新装备，这些神器看着比上次攻打天玄宗的装备战力还要强。跟着林真人就没有打不赢的仗。将士们，此去北境凶险万分，朕已按照林真人的意思，将从天玄宗缴获的所有法宝、丹药、功法秘籍全部拿出作为犒赏。凡有战功，便可按功换取所需之物，杀敌越多，获得的奖励就越丰厚。这么多法宝丹药，还有修炼秘籍，全都是上品啊！我之前在天玄宗真是白活这么多年呢，我在外门干10年苦力，也得不到这么些上品法宝呀。就冲这些法宝，我没有任何理由让一个异族南下。林峰，刚收到的前线详细战报，情况很糟。镇北王麾下7位炼虚境以上的供奉，3人战死，4人重伤。现在北京高端战力几乎真空，异族和魔门那边的大军估计不下5万人，而且有不少战力不低于大成的大能坐镇。我们这点人手，加上这些新武器，真的够吗？这将近上万的人马，加上这些新武器，战力要比之前强不少。而且我还有底牌没亮呢，放心吧，这仗有的打，而且赢面不小。王爷，刚得到消息，陛下已经率军从帝都出发，前来驰援了。已经出发了，来了多少人？是哪几位大能坐镇随行？可有大成期的道友前来？帝都禁军出动几何？回王爷，陛下此行并未携任何大能修士，随军主力是5000新募的凡人士兵，以及3000刚刚被陛下俘虏的天玄宗的修士，修为普遍不高。算下来，合体境以上仅有陛下1人。
什么？简直是胡闹！5000凡人，3000俘虏修士，这如何对抗异族修士？这和来送死有什么区别？陛下他怎能如此儿戏？王爷，前线刚传来消息，异族大军已经突破咱们最后一道防线，现在距离此地不足100里，我军现在已经无人可用了。报，陛下驾到！陛下，军情紧急，老臣斗胆直言，您此次驰援究竟带了多少精锐，又带了多少大能坐镇？周王叔，朕此行随朕前来的主力是5000新凡人士兵，以及3000从天玄宗俘虏中整编的修士。陛下，您这不是在救北境，您这是在添乱呐！5000凡人，3000刚归附的俘虏，这如何能对抗强大的异族军团？你就是那个蛊惑陛下，仅仅带数千凡人就赶来驰援的凡人。周王叔，林峰可是朕的救命恩人，更是他帮着朕平定天玄宗的，他的能力，整个神使皇朝都有目共睹。林真人虽无灵根，但有将凡夫锻造成战无不胜的铁军之能，朕可以向你保证，他麾下这8000将士若运用得当，其威力绝不逊于数万修士大军。周王爷，您老别急着下结论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？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异族修士战力强悍，岂是你那些奇技淫巧的小把戏能应对的？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任何花招都是徒劳，关键还是要有大成期以上的顶尖大能。报，王爷，异族大军已抵达我军附近，距此已不足10里。眼下没有能战的高阶修士，更没有能够坐镇的大成期大能，看来只能先行撤退了。传令，全军后撤，保存实力为主。等等，撤什么撤？王爷，这要是撤了，再往南可就是一马平川。眼下大军驻扎的地方，可是个打阻击的好地方啊。你懂什么？军中没有大能坐镇，敌军势大，硬扛只是送死。王叔，就让林峰试一试吧。他要是打输了，咱们再撤也不迟。万一他要是赢了呢？末将愿率本部为林真人前锋。既然陛下执意，那就给他一个机会。宋萧，末将在。点齐全军，把战场交给这个林峰。他待会儿要是败了，你第一时间率领大军后撤。全军听令，各自寻找制高点和掩体，快速构筑防线，准备接敌。炮营，把所有迫击炮一字排开，进入预设阵地。敌人距离这里还有10里，在敌人必经的大路上，将这次带来的地雷全部埋下去。狙击小组寻找制高点，待会儿还是照着修为高、地位高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射击。收到。无人机全部挂弹，待会儿看到敌人之后，就往人多的地方飞。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敌人都快到脸上了，不布置防御法阵，就在那摆弄那些铁疙瘩。就是啊，这异族修士大多都会御空飞行，他们趴在地上，待会儿跑都来不及。陛下，他们这不是胡闹吗？王叔，稍安勿躁，你很快就会明白了。这林真人打仗和一般修士大军是不一样的。要撤，要！佩恩阁下，如今镇北王重伤垂死，防线一触即溃。照这个速度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活捉女帝了。这些东方修士身体孱弱，只会耍些飞剑法宝的戏法，哪像我的战士，靠的是真正的力量和魔法。我的战锤已经饥渴难耐了。不可大意，东方修仙界传承久远，或许还有隐藏的老怪物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隐藏都是徒劳。刚刚得到确切消息，那位重伤的众北王周乾就在前面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加速。
禀报主帅，前方的山坡发现一支敌军正在布防，不过很是奇怪。奇怪，敌军数量大约1万，但其中超过半数毫无灵力波动，应该是凡人。其余的修士修为普遍低下。凡人？东方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凡人来抵挡我圣君的大军，这是来送死呢，还是来搞笑的？我看他们是吓破胆了，连凑数的都用上。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因为忙着内讧。前几日我得到消息，那愚蠢的女帝苏清瑶正忙着攻打天玄宗呢。佩恩阁下，还等什么？全军压上，碾碎他们！既然他们这么瞧不起我们，那就让他们尝尝什么叫绝望。林峰，敌人已经过来了，为什么你的人还没有动静？别急，好戏就要开场啊！前方一连串的巨响和火光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是不是前锋已经和敌人交手了？狙击手开始自由猎杀，重机枪开火压制后续敌人，导弹组瞄准天上那些骑飞龙的家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的人一个接着一个陨落，可我至今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到。难不成对面有神秘大能坐镇？可是我们对面只不过是一群毫无修为的凡人呢。即便是那些修士，修为也极低。这绝不正常！莫非我们看到的那些凡人根本就是伪装？实际上他们的真实境界远在我们之上，所以我们才看不出他们的修为。怎么可能？魔门的情报不是说那苏清瑶手下已经没有大能修士了吗？要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就真是低估了东方修士的实力了。佩恩阁下，我的情报绝对没有问题。苏清瑶手下已经派不出什么大能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传我命令，集中所有力量，全军压上，不计代价的冲上前方山坡，亲眼看看藏在那后面的到底是何方神圣。为了联盟的荣耀，勇士们，杀！杀！学聪明了，知道抱团取暖了。可惜啊，等的就是你们聚在一块儿。赵海，报告林真人，炮营就位，请指示。好，对着敌人冲锋的主力方向进行火力覆盖。这些飞过来的火球威力十分巨大，大家快散开！不能再往前了，再往前只有死路一条。对面有高手大能坐镇，大家快跑啊！火叔，现在你总该相信林峰的本事了吧？我说过，他麾下的将士运用得当，威力绝不逊于数万修士大军。老夫麾下数万边军，一族大小数十战，便是最惨烈的时候，也从未有过如此战绩。这些凡人大军战力简直匪夷所思。痛快，太他娘的痛快了！之前一直被这一族大军追着打，现在攻守一形，实在是太解气了。林真人这是有真本事啊！这下看这群异族还嚣张不嚣张？霍华德，为什么不到片刻的功夫，你手下的士兵就开始溃逃了？主帅，刚才就差一点就能冲到敌人面前了，但是敌人的攻击实在是太强了。可对面明明就是一群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，可我们就是打不过啊！可如果对面真的是凡人，那眼前这般地狱的景象又如何解释？属下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，说，或许对面这些所谓的凡人，真实的修为甚至超越了大成期。毕竟，凡人怎么可能掌握如此毁天灭地的力量？哼，超越大成，那难道是渡劫期的老怪物？可东方的修仙界，何时出了这么多如此恐怖的存在？怪不得我们败得这么惨。面对可能是渡劫期的存在，我们这点人马不就是去送死吗？他们甚至不用亲自出手，那些古怪的法器，可能就是他们随手炼制的玩具。这绝无可能，哪来的渡劫期？整个玄荒大陆东西方加起来，已知的渡劫期大能屈指可数，且都在闭关飞升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出现这么多？
那要不你和你的魔门弟子再去试一试，用你们魔门的秘法，或许能看出些端倪。佩恩阁下，你这是在怀疑本宗主吗？好，本宗就不信这个邪。既然你们怕了，那就换我的人上。魔门弟子何在？随本宗主冲锋，踏平前方山坡，鸡犬不留。林真人，异族大军后撤重整了，但魔门的人又冲上来了。林真人，魔门弟子修为普遍高于我方，而且手段阴毒，咱们要不要后撤，拖延一些时间？别急，对面越是急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魔门的兄弟这么热情，这是上赶着来送经验啊！正好试试另一种打法。传令，无人机攻击集群，全部起飞！无人机飞手，准备起飞！那是什么鸟？怎么声音跟蜜蜂一样？那就是敌人的障眼法，管他干什么？跟着宗主往前冲就是。不要管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加速冲锋！只要冲进他们的阵地，他们的把戏就没用了。快避开这些怪鸟！这些怪鸟能杀人！可恶！不要停！只要冲上去，进了他们的身，咱们就赢了。林真人，魔门的人快要冲进300米范围了，无人机拦不住他们。林真人，要不我带着修士们准备近战吧？这些魔门弟子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压根不怕死。不好，魔门这些疯子根本不怕死，照这个冲法，最多再有1炷香就要短兵相接了。王叔上岸，林峰他一定有办法。各阵地，重机枪、冲锋枪，打开保险，开始射击。投弹手做好准备，待会儿听我命令。宗主，你先后撤吧，敌人这法器杀起人来不眨眼啊！我们都冲到这里了，要是撤下去，就功亏一篑了。投弹手，把烟雾弹和手雷全都丢下去。啊！宗主，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宗主，没办法再往上冲了，再冲，弟兄们都要死光了。我们严重低估了东方的实力，这绝对不是寻常的抵抗。眼下只能先撤回京城关了。难道我们就止步于此了吗？我刚才已经用通讯魔法将这里发生的一切汇报给了法老会和大祭司，他们会来驰援的。宗主，撤吧！陨落的弟子太多了，对面的法器防不胜防，大多数弟子连敌人的面都没见到就没了。对面又是扔的，又是飞的，咱们根本招架不住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传令，让所有弟子交替掩护，撤回到后方。弟兄们，宗主发话了，赶紧撤！看来你们魔门还不如我们。对面山坡上那些人，即便不是真正的渡劫老怪，也掌握着我们无法理解的实力。继续强攻，只是徒增伤亡。看来你们的猜测是对的，对面或许真有神秘大能在坐镇。我刚才带人冲锋的时候，看见对面的人都在听一个叫林真人的人指挥，或许此人就是那个神秘大能。林真人，我记住你。主帅，不好了，对面的敌人，他们全都冲出来了！主帅，那些东方人全都冲过来了！快撤，返回京城关！弟兄们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全军出击，追击敌军！杀！前头刚打退魔门的进攻，这就反手围攻了，不可思议，真是不可思议！这些凡人的战力，一个能顶10个修士，
我之前还觉得林真人靠奇剑银桥取胜，现在看来大错特错。这些林真人训练出来的凡人士兵和改造过的修士，战力和合作简直恐怖到了极致。我还是头一回见林真人这么打仗的，真是太过瘾了。林真人，异族大军已经跑远了，我们还追不追？不追了。传令下去，所有部队撤回预设防御阵地，加强警戒，原地休整，清点战果，救治伤员。咱们这次可是大获全胜，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？现在那些异族已经跑远了，咱们的人战斗这么久，体力和弹药都消耗的差不多了，盲目追击有风险。林真人，这次的战利品可真够丰富的，各种法宝兵器不说，还有不少异族的甲胄、宝石。这些东西待会儿全给弟兄们分下去，然后把这次带过来的丹药、法宝也给有战功的弟兄们分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林真人，我为先前的无礼与质疑向您致歉，是我有眼无珠。今日一战，林真人与麾下将士之神勇，令周某大开眼界，心服口服。王爷言重了，我也只是帮青瑶练练兵而已。林真人谦虚，您训练的这支军队，纪律也好，士气也罢，还是战力，与我手下这些修士相比，简直云泥之别。是啊，林真人，方才看你指挥士兵与异族作战，实在是过瘾。短短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，就让异族大军铩羽而归。我等现在对林真人你是心服口服。林真人，现在我郑重请求，请你代为指挥北境边军所有修士，无论境界高低，全部交由林真人您来重新训练。不就是练兵吗？你尽管交给我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这些异族败退之后最可能做什么。这次异族损兵折将，短期内必不敢再主动出击，最可能的就是等待后续援军。援军？今日这些异族大军只能算是前锋，而西方异族当中真正的核心战力，是他们的大祭司长老会，以及长老会统领的龙翼军团。大祭司、长老会，这都是干什么的？所谓的大祭司，就是西方异族最高的统领。无论是血脉还是战力，都是不亚于大成巅峰的存在。而这法老会，则是由异族修为最高、资历最老的数位大魔导师组成。据说其中不乏活了数千年的老怪物，实力深不可测。有点意思，看来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头呢。李峰，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？攻打京城关代价太大，而且我们也需要时间恢复，但固守在这儿会陷入被动，所以我有个想法。首先，北境所有修士必须尽快完成整编和训练，我会让赵海带着人对他们进行紧急特训。没问题，林真人尽管放手去做，谁敢不从，我亲自处置。其次，我要组建一支特战突击队。特战突击队就是从全军遴选出精锐中的精锐，然后组成一支特殊的部队，给他们最精良的武器，然后让他们接受最严苛、最高难度的训练，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敌后渗透，斩首敌方首领。这是专门针对异族的大祭司或者长老会成员。这特战突击队就是一把专门针对异族高层的尖刀，到时训练出来能发挥很大作用。此计甚妙，朕全力支持。
老夫这就下令，在全军进行选拔，务必把最好的修士挑出来给林真人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3天内，我要见到这100人。系统，给我兑换100套全套的单兵特种装备。100套单兵特种装备兑换完成，消耗1万点积分。恭喜你们，从数千人中脱颖而出，成为特战队的一员。作为特战队员，我将给你们装备最好的装备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将由我亲自制定训练计划并监督，进行为期15天的地狱式魔鬼训练。现在想退出，我绝不阻拦。要走的，立刻出列。既然你们都选择了留下，那现在就来领取自己的全套装备。这比我之前用的那把步枪要沉，手感更扎实。就是不知道这上面的小镜子是干嘛的。该说不说，林真人给的兵器胜过任何高阶法宝，甚至是一些稀世法宝。这次的装备，大多半都是之前没见过的。看好，这个像泥巴的东西叫 C4， 威力巨大，可以炸开任何坚固的东西。这软乎乎的泥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威力？难不成这泥巴的威力还要比这手雷还厉害？再看这个消音器，可以让你们的枪声完全消失，从而做到在无声无息中消灭敌人，这在我们突袭的时候非常有用。看到没？消灭敌人于无形，敌人在明，我们在暗。有了这消音器，我们开枪后就不会引来附近的敌人。妙啊！有了这个，悄悄摸到敌人跟前，他们也听不出我在哪个方位。这要是在夜里用，就更厉害了。没错，接下来2人一组，练习 C4 安装和消音器的使用。林峰，训练这么久，休息休息，喝口茶。咱们女帝陛下亲自送茶，我这待遇可以啊。你这额头上好多汗，我帮你擦擦。林真人，京城关最新急报，异族的援军已经到了。我们的人拼死传回的消息，异族的大祭司以及8个大长老全部出动，并且异族大军正在重新集结，估计现在正冲咱们来呢。而且这次异族高层倾巢而出，大军人数更是翻了1倍，恐怕是铁了心要一雪前耻。这次异族大军卷土重来，是连带着那大祭司还有长老会全都南下了。据情报说，这次南下带头的是长老会的8大长老以及之前败退的主帅佩恩。至于异族的大祭司并未随军南下，而是留在了京城关坐镇。不过情报说，这大祭司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，实力深不可测，很可能不亚于渡劫中期修士。那大祭司留在了京城关，没跟着大军出来。不错，那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好消息，林真人，这又何好？对方实力如此强悍，坐镇后方岂不是更麻烦？你们想啊，异族主力南下，京城关内部反而防守相对空虚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。林峰，你的意思是？擒贼先擒王。我不跟他们的南下大军硬碰硬，而是带着特战突击队，直接空降京城关，活捉他们异族的大祭司。林真人，这太过冒险了。京城关即便主力南下，也必定守卫森严。是啊，林真人，这要是失败了，不仅特战队全军覆没，你自己也回不来了。而且那大祭司本身实力超绝，你带100个人去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你们说的这些风险我都知道，但是你们忘了我训练特战队的初衷是什么吗？就是为了斩首，而且这也是眼下代价最小的办法。好，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离开之后，北境的防御就交给你们了。现在经过数日的训练，
北境1万修士已经掌握了基础战术和枪械使用，抵挡住异族南下的大军，完全够用。北境防线交给老夫和陛下，老夫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绝不让异族大军踏过防线一步。林峰，你放心去，我一定坚守到你回来的那一刻。好，那么防御事宜由青瑶总领，王爷辅佐。具体如何部署，柳青梅和叶灵儿都清楚。赵城主，你跟我一起去京城关。好。我还需要一艘够快的飞舟，要能高空飞行，要速度快，最好还能隐蔽行踪。林真人，这就是我说的上古宝舟，应叫穿云梭。平常老夫出行就是以此为座驾。这飞舟据说是上古某位炼器大能炼制，速度奇快，日行数千里不在话下，而且自带隐匿符文，高空飞行时几乎无形无迹。好东西啊！这流线型一看就是高档货，看着就比之前那些飞舟强太多了。宝舟赠英雄。这穿云梭只有在林真人您手里才能发挥最大作用。事不宜迟，既然非洲已经就绪，那现在就出发。赵海，去把特战队的弟兄们全都叫过来。兄弟们，立正！林真人，你这些兵一个个真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啊！刚刚得到消息，异族援军赶到。异族军团再次南下，而且来势汹汹，所以我打算带你们干一票大的，擒贼先擒王，带着你们千里奔袭，潜入京城关，活捉大祭司，逼退异族。斩首大祭司，真的假？活捉大祭司，就我们100人。林真人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知道，有人觉得这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但你们从进入特战队的一刻起，就注定是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。北境的安危，东方的脸面，乃至身后万千百姓的生死，都在你们手里。现在，我最后问一次，有没有人想退出？现在退出不丢人，依然是守卫北境的好兄弟，有没有？我们坚决服从林真人的指挥。林真人让我们打到哪里，我们就打到哪里。异族都是纸老虎，伴我东方，虽远必诛。很好，全体都有，检查装备，准备登舟。这次去一定要小心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怎么，这是心疼我了？就是心疼你，那又如何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。上一次，佩恩将军报告说，东方修士已溃不成军，再无强大修士出战。可为何在这片不起眼的山坡，我们会遭遇如此惨重的损失？而这水晶球显示的混乱与未知的力量究竟是什么？尊敬的大祭司，上一次的失利，或许是因为佩恩将军轻敌冒进，但这次8位强大的长老亲临前线，他们每一位都拥有无上的力量，有他们在，我军必胜。可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从水晶球看，对面的敌人和凡人无异，可凡人又是如何有能力赢下我族这些强大的魔法师？除非对方有我们无法理解的、超乎寻常的存在，暗中相助。难道大祭司你怀疑敌人暗中有强大的高人坐镇？但愿乔纳斯长老他们能谨慎行事。你随时关注前线战况，要是有突发情况，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遵命，大祭司。兄弟们，醒醒神，都看过来，前面就是京城关了，咱们到地方了。根据之前的情报，
异族大祭司的行宫就在京城关中心，接下来非洲会直接飞到大祭司行宫正上方，然后1、2、3组的人跟着我进行快速锁降，潜入行宫。林真人，下去后呢？下去之后，各组交替掩护，直奔大祭司所在的房间。记住，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活捉，看见大祭司别犹豫，直接用麻醉枪。毕竟这大祭司要是动用起修为来，不是咱们能应付的。得手之后扛起来就走，不许有任何逗留。林真人，那剩下的几组兄弟呢？剩下的人由赵城主统领，留守非洲。你们的任务是后备力量，随时准备提供空中火力支援和接应。明白。好，全体都有。非洲已抵达目标上空，准备行动，快速空降。一组，解决门口的守卫。2组探路，3组殿后。什么人？站住！一组投掷闪光弹，2组扫射。按原路线冲进去。林真人，这里就是行宫最核心的位置了，要不要把门撞开？开门多麻烦，直接墙体爆破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闯进来的？卫兵，卫兵呢？你太吵了，给我睡！这位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大祭司吧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做什么？这里戒备如此森严，你们怎么可能进得来？你就说你是不是？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怎么还有胆量敢擅闯进来？你难道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是就对了，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你这是什么？时间紧，客套话就不多说了。大祭司阁下，麻烦你配合一下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放心，我优待俘虏。刚才的爆炸肯定会把附近的卫兵全都吸引过来，抓紧时间，原路撤退。林真人，外面四处都是敌人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林真人，看样子咱们出不去了。哼，包围？这大祭司好不容易到手，还能让他们给包了饺子？今天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系统，取出 RPG 火箭筒。都闪开点，捂住耳朵。林真人，你手里这法宝实在太猛了，一眨眼就帮咱们杀出一条血路。林真人还真有私藏的好宝贝，这玩意儿要是咱们特战队一人一只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废什么话，赶紧跑路！升空，最大速度！他们好像把大祭司给带走了。飞龙呢？快点升空，不然刺客就跑了。飞龙调过来要1刻钟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弟兄们，把身上剩下的手雷全都给我丢下去！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多摆平点一族就走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兄弟们，听见没？再不丢就来不及了！都让开，换我来！还活，撤退！我不和弱者动手，在战斗开始之前，请你们那个神秘的坐镇大能出来吧。我们知道，上次你们这边有大能坐镇，这次我族的8大长老都出动了，把你们的大能也请出来吧。陛下，坏了！他们八成是以为咱们这边有隐藏的大能坐镇，可咱们哪里有什么神秘大能啊？可这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大能坐镇，只怕立刻就会发动总攻，而且会毫无顾忌。王叔，能不能想办法拖延一下？陛下，末将愿带一队死士出阵，尽量周旋。柳统领，你现在要是主动开战，
非但拖延不了时间，只会加速战斗结束。哟，这么热闹，这是要开打了？林峰，你回来了！大祭司抓到了吗？我出马，肯定万无一失。林峰，你真把异族的大祭司抓来了？林真人果真神人也，这么快就把这异族大祭司给捉了回来，太好了！这下咱们手里有了这异族大祭司，对面异族想要进攻也得掂量掂量了。这异族大祭司身上的气息很强，只怕是大成巅峰的大能都不是对手。特种兵训练成功，今后就没有咱们抓不来的人。林真人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对面的异族现在认定了我们这边有神秘大能坐镇，方才一直叫阵，说要见一见我方所谓的大能。我和陛下正愁不知如何应对呢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正好。哦，我来跟他们谈谈。对面异族的各位，上次把你们揍得屁滚尿流的，正是在下林峰。你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，也敢冒充大能？那日我军遭遇的攻击诡异莫测，威力绝伦，岂是你这蝼蚁所能施展？林峰，说大话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毫无修为，区一个凡夫也敢在我面前托大，何必与他废话？对方既然不愿请出真正的高人，还这样的人来羞辱我们，还是少说废话，直接动手。今日有诸位长老在这里坐镇，我军必胜，何必管这些东方修士到底有没有大能坐镇？等等，你们这么着急开打，问过你们家大祭司的意见了吗？小子，这个人吧，那不是咱们的大祭司吗？怎么可能？咱们大祭司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关，怎么可能会在这儿？大祭司实力高深莫测，怎么可能落入这些东方修士手中？你们这些东方人就是愚蠢。大祭司此刻正在金城关坐镇，而金城关戒备森严，高手如云。大祭司自身更是实力通天，你们怎么可能俘虏他？幻术，这绝对是狡猾的东方修士制造的幻术。大祭司远在金城关，怎么可能被俘虏？哎，先别急着下定论，是真是假，你让人现在问问金城关那边，他们的大祭司还在不在家？卡尔长老，麻烦你联系金城关守将，确认一下大祭司殿下是否安好。大长老，金城关回讯了。快说，殿下如何？守卫说，3天前有刺客潜入了大祭司的行宫，守卫们拼死战斗，却死伤惨重，而大祭司殿下自此便失踪了。他们搜遍了全关，至今毫无线索。哼，怎么样？现在信了？金城关守卫森严，大祭司实力高深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大长老，难不成我们低估了这个林峰？他或许不是没有修为，而是修为高到了我们根本无法理解、无法感知的层次。无法感知的层次，那是什么？渡劫巅峰，甚至更高的境界。在下之前确实得到过一则秘闻，据说女帝苏清瑶身边出现了一位神秘人物，就叫林峰。有流言说，这位林真人并非此界之人，很可能就是上界降临的仙使。如今看来，这流言恐怕并非空穴来风啊！哦，上界仙人，难怪上次能让先锋大军大败，还能俘虏大祭司，这还怎么打？大长老，现在怎么办？大祭司在对方手上，我先跟他谈谈，看看他的虚实，看他究竟打算做什么。林峰阁下，既然你俘虏了我家大祭司，那你便说说，接下来你打算如何？很简单，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魔门勾结外敌，祸乱东方，罪不可赦，交出所有在此的魔道中人。这是我们东方内部的恩怨，我们自己清理门户。第二，
你们异族大军立刻撤出我东方地界。第三，此战造成的我方伤亡和损失，你们必须拿出等值的财物进行赔偿。完成这3点，我保证，你们的大祭司一根头发都不会少的送还。否则，你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，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算我答应了这些条件，你又如何保证一定会放人？不答应，那行啊，咱们就耗着。在没有答应我这几个条件之前，我绝不放人。乔纳斯长老、佩恩将军，你们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哼，这绝对是这个林峰的缓兵之计，是在唬你们。你们仔细想想，他若真是那传说中的仙人，或者有碾压诸位长老的实力，何必多此一举，冒着巨大风险跑去金城关劫持大祭司？他要是有实力，直接在这里和我们打一场不就行了？这说明他心虚。他劫持大祭司，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正面击败诸位长老和联军的绝对把握。不错，这个林峰看着奸诈狡猾，他分明是在拖延时间，或者另有阴谋。我们绝不能中了他的圈套。我们现在若是妥协，不但要前功尽弃，大祭司也未必能安全回来。可我们一旦示弱，这林峰肯定会得寸进尺。不错，我们现在只要能迅速击溃敌人，他们说不定反而会主动求和，交还大祭司。所以，我主战。乔纳斯、佩恩说的对，我们8人合力，再加上数10万大军，岂能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要挟住？不错，即便他真有几分古怪，但我们合力难道还拿不下他？救回大祭司才是首要，妥协只会助长他的气焰。佩恩将军，看来某些人并不珍惜我们给予的谈判机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放弃谈判，集结大军，准备进攻。林真人，敌人看来是不打算谈判了，现在怎么办？给过他们机会了，他们不中用啊。这下正好能检验一下1万北境修士的训练成果。敌人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咱们就奉陪到底。林真人，对面这是动真格了。那8个老家伙，个个气息都不亚于大成巅峰。看样子，我们俘虏了他们的大祭司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他们这是要玉石俱焚吗？连自家大祭司的安危都不顾了，这些异族蛮子简直是疯了！林峰，敌人这次这么多人，要么咱们先暂避锋芒。哼，我避他锋芒。传令，全军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他们不讲武德，那就只能给他们上点硬菜了。系统兑换500支单兵喷火器，配套燃料罐。再兑换20门155毫米口径牵引式榴弹炮，附带基础弹药1000发。炮组人员基础操作记忆灌输。兑换完成，消耗积分35000点。这155毫米重炮，加上这喷火枪，够对面喝一壶了吧？林真人，这又是些什么新神器？这个叫喷火枪，顷刻之间可喷出100米火舌。这道火焰比天上那些火龙喷出来的还要长。这要是对着冲上来的异族兵喷一下，岂不是无敌？至于这个叫重炮，威力要比迫击炮强100倍，一炮下去，敌人就能化为齑粉。就这么一拉，就能有如此神威，老夫真是长见识了。这1门炮就能让异族死伤一片了，而咱们现在有20门，也就是说，能对敌人先锋进行全覆盖了。加上其他的装备，算他们运气好，今天火力全部管够。赵城主，别愣着了，带着人把这些喷火枪
给前排的兄弟们发下去，重炮拉到后面预设的炮兵阵地，一字排开。是，林真人。兄弟们，快来领取新装备！为了联军的荣耀，为了救回大祭司，碾碎他们，冲锋！林真人，敌人进入射程了。传令，目标敌军前锋，先打100发炮弹，欢迎他们。预备，放！太强了，这力量什么也挡不住啊！怪不得林真人总说，时代变了，个人修为似乎没那么重要。林峰，你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没有拿出来？我就问你，这个加上这个，咱们拿什么输？炮兵火力覆盖，等敌人穿过雷区后，组成火力网，狠狠压制。同时，无人机挂弹，定点清除。敌人靠近就用手雷招待。神法，这威力比雷霆还恐怖，任何魔法都没有，赢不了，连大祭司都被俘虏，我们只能送死啊！这是什么力量？佩恩，去稳住阵脚。大长老，我也没办法，敌人的火球根本无法抵挡，我却已经引落不少人了。各位长老，随我结成屏障，让大军继续挺进。林峰，敌人结成了防御护罩。哼，传令，各单位集中于一点，密集轰炸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法力已经耗尽了。这一仗还没开始打，我们就要输啊！大长老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我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摸到，就已经伤亡超过30%。再坚持下去，别说救回大祭司，我们这几万大军今天恐怕都要交代在这里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东方竟隐藏着如此可怕的力量。这个林峰的手段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难道我们就这样认输撤退？大祭司还在他们手中，可正面强攻已无胜算，除非我们有别的办法。我们并非没有底牌，为了联盟的最终胜利，有些禁忌的力量也不得不动用了。大长老，您是说封印在圣典中的幽灵军队？没错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不得不动用幽灵军团了。幽灵军团没有实体，面对那些威力巨大的火球，对灵体而言毫无意义。所以幽灵军团完全可以无视敌人的任何攻击。大长老，我们都同意，开始召唤吧。这下子，这些异族总该要死心了吧？敌军的阵型已经乱了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趁势反攻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卑劣的东方爬虫，居然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偷袭、绑架！等我族大军踏平这里，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林峰，你快看，那是什么？
乔纳斯长老他们动用了最后的底牌，你们这些愚蠢的东方人，你们的末日到了！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多邪物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子弹对这些东西根本没用啊！这是我西方最为强大的存在——幽灵军团。林峰，你现在跪下求饶，或许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幽灵军团，我记得古籍中有过记载，数百年前，西方曾有人召唤出幽灵军团，所过之处生灵涂炭，就连数个镇压世间的大能都陨落在这些鬼魅手下。林真人，咱们的武器对付这些鬼魅似乎没有一点作用。他们的数量太多了，而且不是血肉之躯，子弹一打过去就穿体而过，毫无影响。陛下，既然如此，老夫请命上前一战。王叔，朕和你一起去。啊，去什么去？对付这些东西还用不着你们出手，不就是一群恶灵吗？我有的是手段。系统兑换30套全自动激光炮。兑换完成，消耗积分45000点。林真人，这又是什么新家伙？激光炮，即便是没有形体的东西，被这玩意儿打中，也要灰飞烟灭。激光炮，这东西和你方才的重炮又有什么区别？那你快说说，这东西该如何操作？再等片刻，那些幽灵军团就要打过来了。不用操作，这东西会自动识别敌人，然后发射激光消灭敌人。我们只需要看着就行。这东西自己会动？无知！当初幽灵军团现世，多少大能不是对手？就凭你这些东西对付幽灵军团，简直痴心妄想！好啊！没想到西方引以为傲的幽灵军团，在这些神器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这激光炮不仅仅能击杀灵体，对于血肉之躯的伤害力更大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幽灵军团是杀不死的，是无敌的，你不可能杀死他们！大祭司小姐，事实就摆在面前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灭的。你要是真心为你族人好，现在劝他们停手投降是唯一的选择。不可能！幽灵军团能免疫世间一切的攻击，这些射红光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完了，全完了，就连我们最后的底牌也没用了。撤退吧，大长老！再打下去，我们所有人，包括我们几个，都可能要陨落在此。诸位，其实我有一个想法。或许能让我们反败为胜。什么想法？敌人的武器大多都只能在陆地上才能施展，而咱们在海上不仅有强大的舰船，还有许多海洋系魔法师。你的意思是跟这些东方修士打海战？对，我们要是能把敌人引诱到海上，那就能将我们最大的优势发挥出来，而林峰手里的各类兵器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。大长老，这可是个好办法。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。这么多幽灵军团，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全军覆没了。痛快，实在是太痛快了！这下子这些异族总该没有其他手段了吧？大祭司小姐，现在信了吗？你们所谓的底牌在我这里并不好使。你无耻！你要是有胆量，就将我放了。你我一决高下，何必这般戏弄我的族人？打不过就骂人是吧？行，让你骂。不过呢，骂完之后，你最好劝劝你们那位大长老。看看你的族人，他们正在毫无意义的死去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如果你们那位大长老还是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痴心妄想！好，你有种，传我命令，无人机集群升空，对敌进行饱和轰炸。
命令你停下！你快停下！算我求你了！我刚才给你机会，你不珍惜，现在又求我，晚了。敌人怎么突然开始撤退了？林真人，敌人开始撤退了，要不要现在就派一队人追上去？不急，放心让他们跑。这还不急？要是再等等，再想找到敌人的踪迹都难了。弟兄们也需要休整，而且把敌人逼到绝路上，反而可能让我们的人出现不必要的伤亡。那万一找不到敌人的踪迹了，该怎么办？系统，兑换一台侦察无人机。兑换完成，消耗积分10000点。这叫侦察无人机，可以飞到10000米高空，侦察地面上的一切踪迹。来看看这个，这不就相当于在天上放了一只眼睛？这种侦察无人机一升空，能在天上飘好几天。这么说，敌军的动向尽在我们掌握之中，他们跑得再远，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没错，所以他们跑他们的，我们休息我们的。等他们跑不动了，咱们再去找他们算账。林真人，最近回传画面，敌人逃到了海边。他们去海边干什么？西方一族当中有很多海洋系魔法师，这些魔法师可以借助海洋之力，到了海上就是他们的主场。而且他们的风帆之术也极其厉害，说真让他们上了船，到了茫茫大海，那就棘手了。我听说西方有些大魔法师能在海上召唤风暴，甚至能控制海水，非常难对付。不错，海上不同陆地，我等修士御空而行，消耗甚巨，凡人军队更无法立足。这些异族到了海上，就是吃准了我们的劣势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让他们如愿躲到海上去？躲到海上，那不是正好？在陆地上他们还能跑路，可到了海上，那可就是关门打狗，瓮中捉鳖了，连找都省了，一锅端起来更方便。传令，全军集结，修士部队御空先行，凡人士兵乘坐非舟，目标异族下海的海边。啊，林真人，咱们真要去海边啊？你看我像跟你开玩笑吗？可是咱们连船都没有。哼，这个不急，到了海边自然就有了。林真人，莫非你早有准备？各位，抓紧时间动身吧，去晚了，好戏开场可就赶不上了。那就按照林峰的意思，出发去海边。柳统领，你现在就去调遣非洲。林真人，异族大军就是从这处港口出的海，此刻就在港口外数十里的地方。现在海上起风了，咱们得抓紧了。这里的海水波涛汹涌，要是没有好一点的战船，盲目出海只能葬身其中。等到了海上，就是我们的主场，等待你们的只有审判。那你就等着瞧，看看到底是谁审判谁。林真人，你不是说到了海边就有船了吗？对呀，林真人，咱们的船呢？林峰，咱们这次出动数万人，少说也得要上百艘战船。上百艘？1艘就够了。系统，兑换1艘航空母舰，配备舰载无人机、近防系统、雷达系统，直接投放在我面前的港口。兑换完成，大警单位投放，消耗积分12万。警告，此单位出现将引起巨大动静及能量波动，是否确认？确认，要的就是动静。这是船？这么大的船，这与一座可以移动的岛屿有什么区别？这么大的船是怎么在海上浮起来的？上了这船和在陆地上有什么区别？我刚才还担心到了海上咱们的武器没用了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林真人，这么大的船能在海上动起来吗？不能动，那能叫船吗？这船名叫航空母舰，之所以这么大，
一来是可以让各种武器上船，二来也是最重要，就是能让各种无人机起飞。而且这航空母舰采用的是核动力，自动巡航，虽然身形巨大，但是航行起来可比一般的船还要快。航空母舰，好名字。有了这么一座移动的岛屿，我们的劣势不再是劣势，相反，异族们引以为傲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抓紧上船吧！不可能，世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船。林峰，你非要对我们一族赶尽杀绝吗？现在知道害怕了。之前让你劝降的时候，你嘴硬什么？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。那你们也要比我先遭报应。没想到这船上竟然这么大，这么大的船开到海上去，就跟岛一样。异族拿什么跟我们打？有林真人出手，什么异族来都给你挫骨扬灰了。老夫修行数百载，自认为是见识广博，今日登上这艘巨舰，才算是真正有了点见识。系统兑换50架攻击无人机，50架轰炸无人机。兑换完成，消耗积分1万。这么多无人机放在甲板上，那岂不是我们不需要接近敌人的战船，只要派无人机飞去攻击就行？对，就是要在没看到敌人的时候把敌人消灭掉。那么敌人的舰队再强，也就跟咱们没关系了。赵城主，去找100个无人机飞手来操控无人机进行试航。好，所有火炮全部布置到甲板边缘，无人机起降的跑道不能有任何闲杂人等。陛下，林真人，所有人全部登舰完毕，士兵们也都分配到各区值守，现在可以起航。好，现在起航。目标：异族舰队所在海域。禀告大长老，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，东方修士们已追至海岸港口。很好，他们果然上钩了。只要他们赶到海上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他们或许是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以为到了海上还能像在陆地上一样横行无忌。眼下这一仗，正是我们一雪前耻、扭转战局的绝佳机会。传令各舰保持战斗队形，随时准备战斗。东方的海平面上有一个巨大的东西正在靠近。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一座会移动的钢铁岛屿。这竟然是一艘船！船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船？这都快赶上一座岛了。啊！那么大的一艘船，怎么可能坐到在海面上，而且速度还这么快？啊！你们仔细看，那甲板上面的都是东方面孔。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船？你们刚才不是还说这些东方人不擅长海战吗？这么巨大的船，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打？我们所有的船加起来，恐怕也没有这一艘船大。哈哈哈哈！林真人，这航母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走了这么远。老夫觉得，咱们就这么直直的把船开过去，都能把异族舰队给碾碎。林真人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现在就用船直接冲过去。不要，林峰，你没必要对我们赶尽杀绝。我愿意尽力劝说乔纳斯大长老和整个联盟投降，我们认输了。只要你肯停手，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投降也得讲个诚意和时机。现在嘛，我不接受你的投降，直接冲过去太便宜他们了。传令，全舰减速，直接起飞30架攻击无人机，对敌进行打击。我要让敌人
在恐惧中一点一点消亡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敌人开始发动攻击了，他们的巨型天鸟出动了。早知道如此，还跑着海上来干什么？这下好了，成活靶子了。这要是在陆地上还能跑，现在在船上只能等死啊！旗舰船身中弹破损，请求支援！先锋舰舱室漏水，甲板起火。敌人的天鸟我们压根就打不到，更别说攻击敌人那巨大的战船了。大长老，我们的魔法打不到他们，我们在他们面前就是活靶子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全都完。要不咱们投降吧？不能投降，要是投降了，那就只能任人宰割。大长老，别再犹豫了。既然东方人要一个交代，我们就把魔门交出去。他们本来就是东方的叛徒，是他们蛊惑我们南征，也是他们提供的错误情报，这是他们罪有应得。佩恩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魔门为你们鞍前马后，提供情报，协助作战，死伤弟子无数。你们现在要输了，就想拿我们当替罪羊？传令，各船升起白旗，准备投降。至于魔门的朋友，只能暂时委屈一下你们，请你们配合一下。这就扛不住了，老夫还以为他们能多撑几轮呢。林真人这无人机一波攻击，可比千军万马重阵还要好使。林峰，我们接受他们投降吗？尊敬的林峰阁下，我乔纳斯代表联军长老会，正式向贵方投降。我们愿意立刻交出所有在此的魔门叛逆，任凭东方处置。我承诺，立刻无条件撤出所有东方疆域，永不侵犯。对于此次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，我们愿意倾尽所能予以赔偿，只求阁下能高抬贵手，宽恕了我们一次。林峰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听信魔门传言侵犯东方。你只要放过我的族人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哼，早这么痛快不就行了？让你的手下全部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，就地投降，等待我的士兵前去俘虏。是。